被称为战争恶魔的男人，怀抱着瘫软的女人，流下眼泪。无论我回归多少次，结果总是相同，你每一次都会在我眼前死去。既然如此，我宁愿由我亲手送你上路。男人横过剑刃，划破了萧内的喉咙。经过数百次的回归，战争恶魔意识到自己永远无法救下所爱之人。他独自降临在村庄，人群中传出惊恐的呼喊：“这是什么伙计吗？疯子！”随着他的脚步，红色的火焰覆盖了四周，最终吞噬了整个帝国。当焚尽帝国的火焰熄灭，化作黑色的灰烬时，男人握住剑柄，毫不犹豫地割断了自己的喉咙。肖娜看着手机屏幕上的完结画面，那是他负责编辑的小说结局。他盯着屏幕说道：“认真的吗？作为编辑的这2年里，这是第一次有结局，能让我哭成这样。”肖娜一边流泪一边对着手机屏幕大喊：“作者，这已经不是浪漫奇幻，甚至连普通的奇幻小说都算不上了。”他捂住脸，泪水止不住地流下。这不只是个坏结局，这简直是毁灭性的结局。肖娜立刻拨通了电话，对着手机另一端吼道：“喂，作者，为什么结局会变成这样？这和我们最初计划的完全不同。哪有浪漫奇幻小说的结局是男主角发疯，然后把整个世界变成一片火海的？”电话那头的作者平静地回应道：“哦，那个呀，我只是觉得这个版本更好。如果不用这个结局，我就解约。”肖娜气得仰起头，在路人惊诧的目光中不停地打嗝。这个作者真是无可救药了。肖娜对着电话急促地说道：“解约？现在吗？作者，别这样，我们见面谈谈好吗？”他穿行在城市街道，继续对着手机说道：“如果剧情真的按照男主角发疯并毁灭帝国来写，这根本不是读者们想看的浪漫奇幻小说。”刺耳的喇叭声突然在耳边炸裂，肖娜猛地停住脚步，一辆巨大的卡车正向她冲来。肖娜看着逼近的灯光，天啊，你疯了吗？她踉跄着向后退去，对着疾驰而过的车辆怒吼：“喂，看路啊！现在是红灯，你是想害死我们2个吗？”还没等他站稳，另一辆蓝色的轿车失控地撞了过来，巨大的撞击声响起，肖内的世界陷入了一片黑暗。肖娜倒在斑马线上，鲜血从头部渗出，染红了地面，周围响起了惊恐的尖叫：“有人被撞了！你还好吗？快来人啊！”肖娜睁着无神的眼睛，意识逐渐模糊，真是气死我了！早知道会变成这样，刚才就该让那辆卡车直接撞上来，被一辆蓝色的轿车撞死。这种死法一点都不浪漫。黑暗中传来模糊的呼唤：“醒醒，快醒醒！肖娜，快给我醒过来！”肖娜猛地睁开双眼，大口喘着气，眼前的景象已经彻底改变。一个声音在耳边怒吼道：“你真的打算一直赖在床上不起来吗？”肖娜愣愣地看着前方，今天轮到你打扫卫生了。肖娜看着眼前愤怒的少女，发出疑惑的声音：“哎。”她环顾四周，这里是什么地方？这个女孩又是谁？穿着白色长袍的少女大声斥责道：“一个低阶圣女怎么能懒散成这样？快点给我起来出去！”少女不由分说地抓住肖娜的手臂，将她从床上拽了起来。肖娜踉跄着站稳，等一下，她脑中一片混乱。我是低阶圣女。肖娜提着沉重的篮子走在长廊上，这栋建筑大得惊人，到处都是纯白色的装饰。她看着周围宏伟的雕像和拱廊，这里的人都穿着和我一样的衣服，他们都被称为圣女。肖娜看着周围的一切，我在新闻里见过这种场面，这里要么是神殿，要么100%是个邪教组织。但更重要的是，我怎么会变成一个叫肖内的圣女？她回想起昏迷前的最后一幕，当时正和作者通电话，在上班路上被一辆蓝色轿车撞了。既然我现在还有意识，说明我还没死。难道这是我醒来前做的梦吗？肖娜无奈地笑了笑，看来当浪漫奇幻小说的编辑，连做梦都这么富有戏剧性。等我醒过来，一定要立刻休假。在上班路上受伤，应该算工伤吧？周围突然传来一阵嘈杂的议论声，嗡嗡作响。肖娜停下脚步，疑惑地看向声音传来的方向。哎，真的吗？远处的圣女们正聚在一起，兴奋地交谈。肖娜提着篮子站在长廊边，望向那些神色激动的同僚们。远处传来圣女们兴奋的交谈声。我告诉你，这是真的。肖娜看着他们，心想，无论是现实还是梦境，到处都有这种走运的家伙。梦境没必要做得这么真实吧？反正只是个梦，想太多只会头疼。肖娜迈开步子，打算低头走开，直到梦醒。这时，圣女们的话题传到了耳边：“你听说了吗？他被授予了伯爵头衔。我说的是拉斐尔·温特斯爵士。”肖娜猛地停住脚步，整个人僵在原地。另一名圣女回应道：“没错，我听说他还要接管金克利德领地。”肖娜手中的篮子滑落，重重地摔在地上，里面的东西散落一出。她顾不得散落的杂物，转身冲向那2名圣女，大声问道：“你们2个刚才说什么？”玛利亚被肖娜突如其来的举动吓了一跳，她坐在长椅上怒斥道：“肖娜，你这是在干什么？你忘了自己的身份吗？”肖娜紧紧抓住玛利亚的手臂，大声问道：“告诉我，你们刚才在聊什么？”玛利亚愣住了，随后迟疑地回答道：“是关于拉斐尔·温特斯爵士，他在战争中立下了赫赫战功，所以他要来神殿接受陛下授予的爵位和领地。”肖娜追问道：“领地？”玛利亚点了点头：“金克利德领地。”肖娜看着玛利亚，那是被恶魔诅咒的土地。肖娜整个人僵在原地，脑海中浮现出那座阴森荒凉的古堡，那是小说中一切悲剧的起点。肖娜猛地抬起手，狠狠给了自己一个耳光，清脆的响声回荡在走廊。玛利亚惊叫出声：“天啊！”肖娜捂着火辣辣的脸颊，感受着真实的痛楚，好疼，真的好疼！这不是梦，如果是梦的话，绝对不会这么疼。周围的圣女们惊恐地看着这一幕，她怎么了？不知道，我想她终于疯了。玛利亚看着肖娜，疑惑地问道：“哈，
你刚才说什么？肖娜猛地冲上前，死死揪住玛利亚的衣领，大声吼道：“既然拔了剑，就该用它！”玛利亚被吓得脸色惨白，整个人僵在原地。肖娜继续怒吼道：“既然拔了剑，就该用它！”玛利亚颤抖着问道：“用在谁身上？”肖娜盯着他喊道：“我，拉斐尔、温特斯、金克利德领地那片被恶魔诅咒的土地。”玛利亚被肖娜的疯狂举动吓得不知所措，她一边躲闪一边喊道：“喂，你是不是太过分了？快过来好好道歉！”肖娜咬着手指，这真的不是梦，我穿越了，而且偏偏穿越成了我负责的那本小说里的路人角色，那本该死的，既然拔了剑，就该用它。肖娜痛苦地捂住头，发出绝望的哀鸣。我竟然在和作者争吵的时候被车撞了，就因为那个疯狂的男主角烧毁帝国并自杀的结局，简直太荒谬了。玛利亚看着瘫坐在地上不断颤抖的肖娜，显得十分困惑。肖娜跪在草地上，心中充满了不甘，可为什么偏偏是这本小说？她猛地抬起头，眼神中充满了恐惧。等一下，那意味着这个地方很快也会被那个疯子亲手毁掉，彻底淹没在火海之中。肖娜猛地跪倒在石板地上，发出一声沉闷的巨响。她对着天空愤怒地咆哮道：“作者，我到底做错了什么，要让我遭受这种报应？”玛利亚和另一名圣女被吓得连连后退，面面相觑地问道：“报应？那是什么？”肖娜趴在地上，心中充满了绝望。传说神用6天创造了世界，第7天休息，可那个疯子男主角竟然只用7天就毁掉了整个世界。那个混蛋简直比撒旦还要疯狂。他翻过身，无力地躺在冰冷的地面上，看着上方宏伟的建筑。无论是梦境还是真实的转生，都已经不重要了。如果我继续留在这里，迟早会被卷入那个火海结局。我必须不惜一切代价避开他。玛利亚小心翼翼地走近，低声问道：“嘿，肖娜，你还好吗？”肖娜没有回应，只是呆呆地望着天空。玛利亚继续劝说道：“虽然我不知道你在烦恼什么，但肯定有办法解决的，所以请先冷静下来。”肖娜重复着玛利亚的话：“解决的办法。”她眼中闪过一丝光芒。没错，如果冷静思考的话，一定会有办法的。玛利亚看着肖奈说道：“别再闹了，快回你的岗位上去！”肖娜猛地站起身，大喊道：“我们逃跑吧！”玛利亚愣在原地。什么？她随即压低声音斥责道：“你怎么能这么轻描淡写的说出这种亵渎神灵的话？这种事连开玩笑都不行。”肖娜陷入了沉思。没错，留在这里只能等死。根据我的记忆，拉斐尔在获得爵位后曾多次回归，虽然不知道现在是他第几次回归，但既然爵位还没正式授予，说明距离那个火海结局还有时间。所以我首先要做的是……肖奈转过身看向玛利亚问道：“要怎么才能离开神殿？”玛利亚露出难以置信的神情。什么？她冷笑一声说道：“你刚才说要逃跑，居然是认真的吗？”肖娜，现实一点吧。玛利亚神情忧郁而严肃地说道：“你难道不知道背弃神灵的圣女会有什么下场吗？你甚至还没辞去圣女的职务，怎么可能离开这里？”肖娜露出灿烂的笑容问道：“那么，如果我辞职，是不是就能离开了？”玛利亚和身旁的圣女惊恐地后退。什么？肖娜看着他们激烈的反应，心中感到疑惑。我只是说要辞职，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大惊小怪？肖奈转过身，对着他们挥了挥手，说道：“总之，只要辞职就能离开了吧？那我先走了。”他急匆匆地向前跑去，却在拐角处撞上了一个坚实的身影。肖娜被反作用力弹开，重重地摔倒在地上，好痛！一个冰冷的声音从上方传来：“你说要离开？”肖娜抬起头，看到玛利亚正俯视着她，神情忧郁而严肃。玛利亚问道：“你想离开神殿吗？”肖娜，周围的圣女们纷纷低头行礼，恭敬地称呼道：“玛利亚大人。”肖娜捂着红肿的脸颊坐在地上，心中暗叫不妙。糟糕，看这架势，他在这里一定是个高阶官员。肖娜心念一转，既然如此，直接告诉他就行了。肖内站起身，露出灿烂的笑容，回应道：“是的，我要离开，所以请原谅我。”玛利亚猛地伸出手，一把拽住肖娜胸前的6芒星吊坠，动作粗鲁而果断。她看着肖奈说道：“当你离开这座神殿时，你不能带走任何东西。”玛利亚盯着肖奈说道：“除了你那具背叛了神的卑贱身体，你什么都不能带走。”肖娜沉默片刻，回应道：“知道了。”玛利亚露出疑惑的神情。肖娜直视着玛利亚说道：“你刚才问了什么？”“我说我会靠自己的双脚走出去。”她嘴角露出一丝笑意，继续说道：“哦，既然我要走了，就没必要再对你使用禁语了吧？”玛利亚气得浑身发抖。你这家伙！”肖娜朝他吐了吐舌头，做了个鬼脸，随后转身跑开。随你怎么说吧。他一边奔跑一边心想：难道他以为说那种话就能阻止我离开吗？肖娜头也不回地冲向神殿出口，消失在长廊尽头。肖娜在长廊上飞快地奔跑，脚步声急促地回响。一名守卫拦住去路，惊讶地问道：“圣女大人，您要去哪里？”肖娜没有停下，径直从他身边冲了过去，大声喊道：“我不再是圣女了，我辞职了！”他冲出神殿大门，双脚踏在柔软的草地上，张开双臂，感受着微风。啊，这就是我怀念的自由空气！肖娜在草坪上欢快地转着圈，放声大笑。他停下脚步，回头看了一眼身后宏伟的神殿，遇见你们真是太糟糕了，再也不见。肖奈转过身，头也不回地奔向远方。肖娜，快醒醒！急促的呼喊声在耳边炸开，快点起来！肖娜猛地睁开眼睛，整个人陷入了迷茫，这是怎么回事？肖娜尖叫着坐起身，身旁的侍女被吓得大叫。侍女问道：“你疯了吗？为什么要那样大叫？”肖娜看着对方，满脸疑惑。
肖娜问道：“我不是已经离开这里了吗？”侍女回应道：“你到底在说什么？你觉得随便什么人都能离开神殿吗？”侍女继续说道：“像你这样的人，离开神殿的那一刻就彻底完了。”肖娜坐在床上，不，我确实已经离开神殿了，记忆依然如此清晰，所以那一切绝对不可能是梦，对吧？肖娜回想起自己离开时的样子，可就在离开神殿的那一刻，我竟然回到了最初附身到这具身体的时间点。难道说，就像拉斐尔一样？肖娜看向远处，火焰在黑暗中燃烧，拉斐尔手持长剑站在火光之中，巨大的时钟在背后缓缓转动。我重生了吗？肖娜翻身下床，径直朝门口走去，说道：“我不当圣女了。”侍女大吃一惊：“什么？”侍女冲上前，一把拽住肖奈的衣袖，喊道：“等一下！谁说你可以随便辞职的？你明明知道今天轮到你值班打扫，竟然还想逃跑！”侍女继续吼道：“而且，你居然还敢带着圣女的项链离开！”肖娜停下脚步，低头看向胸前，项链。肖娜握住那枚金色的六芒星吊坠，刚才玛利亚也把项链拿走了，这条项链到底有什么大不了的？肖娜走出房间，玛利亚正站在走廊里，低头看着手中的项链。肖娜扯下颈间的项链，扔给身后的侍女，说道：“给你，现在满意了吗？别再试着拦我，好吗？”侍女接住项链，整个人愣在原地。肖娜快步走向门口，说道：“只要把项链给你就行了，对吧？这身衣服我也借走了。”侍女看着肖娜离去的背影，我只是提一下项链，想吓唬她而已。她难道真的打算现在就离开吗？肖娜在走廊里奔跑，首先我得确认自己能不能离开神殿。肖娜在走廊里疾奔，如果每次离开神殿都会导致重生，那么在火海结局到来之前，我将无能为力。如果死在这里，别说找到回去的方法，恐怕一切都会彻底结束。我绝对不能让那种事发生。一名守卫看着跑过去的背影，问道：“肖娜，你要去哪里？”肖娜头也不回的大喊道：“我不当圣女了！”守卫愣在原地，看着肖娜远去的背影，说道：“原来如此。”他蹲下身，捡起掉落在地上的东西。肖娜继续向前奔跑，光是怀疑改变不了任何现状，所以现在肖娜拼命奔跑，只有确认真相才是唯一的生存之道。她冲出神殿大厅，跃下台阶，靴子重重地踏在石砖地上。肖娜停下脚步，站在神殿外的庭院中，看向前方。她屏住呼吸，等待着可能发生的异变。四周一片寂静，只有风吹过树梢的声音。重生并没有再次发生。肖娜站在神殿外的空地上，甚至在离开神殿之后，我也没有重生。肖娜露出笑容，既然如此，那我就赶紧逃跑吧。肖娜提起裙摆，在阳光下奔向远方。看来离开神殿并不会自动触发重生。肖娜虽然为了以防万一跑得很快，但眼前的景象让她停下了脚步。这是村庄，神殿竟然直接连接着一座村庄。肖娜看着街道上往来的人群，或许能在这里打听到逃跑需要的信息。原著小说里只提到过金克利德领地，所以我完全不知道这里究竟是什么地方。路边的人们正聚在一起低声交谈。肖娜环顾四周，先到处看看吧。就在这时，肖娜察觉到身后的视线，猛地转过头去。肖娜撞上了一个迎面走来的男人，整个人失去平衡，摔倒在石子路上。男人停下脚步，发出一声不耐烦的啧舌声，拍了拍被撞到的肩膀，头也不回的离开了。肖奈坐在地上，看着那个男人的背影，他居然对我啧舌，真是个疯子！明明是他撞到了我的肩膀，为什么反而是他在生气？真倒霉！旁边传来一个小女孩的声音：“妈妈，那个摔倒的人看起来好像圣女大人。”肖娜猛地一惊，看向声音传来的方向。小女孩指着肖娜说道：“快看她衣服上的花纹！”母亲立刻捂住孩子的嘴，低声呵斥道：“嘘，安静点。”她拉着孩子快步离开，嘴里小声嘀咕着：“没有圣女项链的人根本不是圣女，那和恶灵没什么两样。”肖娜愣在原地。恶灵？她想起刚才那个男人无理的态度，难道是因为我没戴项链？圣女项链？该不会就是我刚才随手扔掉的那条吧？肖娜抓乱了头发，那个混蛋刚才对我那么凶，也是因为我没戴项链吗？小女孩回头看着肖奈说道：“真是个奇怪的人，肯定像妈妈说的那样是个恶灵。”肖娜看着他们离去的背影，这世界是被什么邪教洗脑了吗？怎么能仅仅因为没戴项链就把人当成恶灵看待？小说里根本没写过这种设定啊！肖娜冷静下来，仔细回想，不对，最开始的时候，小说里真的出现过关于圣女或者神殿的内容吗？拔剑必见血，明明是一部讲述贵族小姐和疯狂骑士之间凄美爱情的小说啊！一块石头划破空气，重重地砸在肖奈的额角。肖娜惨叫一声，整个人被打得侧过头去，鲜血顺着脸颊流下，滴落在她的手心。肖娜看着手上的血迹，血！一个男人指着她怒吼道：“你这个魔女，立刻滚出我们的村庄！”另一个男人跟着咒骂道：“你这种该下地狱的贱人，竟然还敢这么大摇大摆的在村子里走动！”肖娜跌坐在地上，看着周围愤怒的人群，我完全无法理解这一切。在我所知道的小说里，根本没有这种设定。肖娜在街道上狂奔，身后是村民们愤怒的叫骂声。这真的是我读过的那本《拔剑必见血》吗？还是说我其实进到了某个邪教的经书里？肖娜在树林中疾跑，脚下突然被树根绊住，整个人重重地摔在地上。肖娜发出一声惨叫，趴在草地上无法动弹，好痛，膝盖全都擦破了。肖娜坐在树影下，看着自己满是伤痕的腿，为什么我要经历这些？玛利亚曾冷笑着问道：“你难道不知道背叛神的圣女会有什么下场吗？”侍女也曾愤怒的吼叫：“像你这种人，离开神殿的那一刻就彻底完了。”
肖娜坐在树影下，脸上带着干涸的血迹，露出一抹苦笑。原来那些话是这个意思。既然要提醒我，就该解释的更清楚一点啊！夜幕降临，肖娜站在空旷的草地上，看向前方，远处出现了一座亮着灯火的建筑。肖娜独自走向那座孤零零的房屋，这里怎么会有一栋房子？刚才看的时候，明明还是一片森林。肖娜走到门前，抬起手敲了敲木门，发出沉闷的声响。难道是因为在小说世界里，每当我精疲力竭的时候，就会刚好出现一栋房子吗？肖娜站在门外喊道：“你好，请问有人在吗？如果方便的话，能不能让我借宿一晚？”沉重的木门发出刺耳的摩擦声，在肖娜面前缓缓开启。肖娜看着空无一人的门后，门竟然自己开了，身后的木门突然重重关上，发出巨大的声响。肖娜走进屋内，打扰了。她看向四周，请问我可以进来吗？肖娜环顾着昏暗的房间，真的没有人吗？肖娜吓得尖叫出声：“妈妈！”她捂着胸口，吓死我了，应该是风吹的吧。肖娜看向屋内，既然门关上了，那就意味着这难道真的是一栋空房子吗？肖娜伸了个懒腰，不管了，我真的太累了，就算房主现在回来，我也要睡在这里。肖娜躺在冰冷的地板上，抱歉了，房主先生，我会在这里借宿一晚，离开前会把一切都打扫干净的。肖娜闭上眼睛，陷入了沉睡。等我醒来的时候，希望这一切都只是一场梦。无数漆黑的阴影从角落里蔓延出来，带着诡异的眼球，悄无声息地包围了熟睡中的肖娜。肖娜睁开双眼，发出一声轻吟。她坐在地板上，伸了个懒腰，看着周围的一切说道：“果然，那不是梦。”肖娜低下头，注意到自己的长袍上沾满了污渍，疑惑地问道：“这是什么？怎么才一天衣服就变得这么脏？”她看着裙摆上的痕迹，继续说道：“是因为昨天被砸了石头的缘故吗？”肖内站起身，拍打着长袍上的灰尘。肖娜看着脏兮兮的长袍，反正现在也没法洗衣服，为什么这件衣服偏偏是白色的？她向前走了一步，脚下传来粘稠的触感。肖娜停下动作，低头看向地面，只是稍微动了动就觉得饿了。要是附近有能吃的东西就好了。肖娜走向门口说道：“休息得很好，我现在要出门了。”她推开房门，看向外面的景色。就在这时，一个巨大的黑影出现在肖娜身后，发出了令人毛骨悚然的声响。肖娜被身后的异响惊动，发出一声惊呼。一只巨大的血色眼球在黑暗中睁开，伴随着骨骼摩擦的刺耳声响，一只覆盖着暗红甲胄的巨手猛地砸向地面，碎尸飞溅。肖娜用力推着沉重的房门，说道：“这门怎么这么硬？”她终于推开门，走到了屋外，身后的巨手在阴影中缓缓消散。喂，那边的！肖娜听到喊声，转过头看向来人，一名中年男子指着身后的屋子问道：“你难道是从那间屋子里出来的吗？”肖娜回应道：“是的。”中年男子追问道：“那么你昨晚睡在那里了吗？”肖娜点头答道：“算是吧。”中年男子突然冲到肖娜面前，大声喊道：“那你有没有听到什么奇怪的声音？”肖娜被吓得向后仰去，大声说道：“啊，大叔，你离得太近了。”中年男子不依不饶地问道：“你在那屋子里待着的时候，有没有听到什么动静？”肖娜试图推开他，说道：“不，我……”中年男子继续追问：“比如拖拽的声音，或者是有人在哭？”肖娜无奈地回应道：“听我说，我……”中年男子继续追问道：“或者你觉得身体哪里不舒服吗？比如呼吸困难，或者是身体麻痹之类的？”肖娜看着他喋喋不休的样子，听着这些话，让他想起了一些类似的经历。中年男子还在不停地说着：“嘿，你到底有没有哪里觉得累？如果有的话，那肯定是因为祖先的神灵。”肖娜心想：我不相信那些东西，这种时候逃跑才是最好的选择。他猛地转身跑开，中年男子在身后挥手喊道：“嘿，你要去哪里？你真的没问题吗？”肖娜跑进树林，身后还残留着那名男子的呼喊声。他停下脚步，感叹道：“真是吵死了，肚子又饿，还浪费了这么多时间。”肖娜继续向前走去，生活已经够悲惨了，希望别再遇见那个人。第二天，肖娜来到另一处房屋前，正准备进去，身后又传来一名男子的喊声：“嘿，你真的可以进那间屋子吗？”肖娜蹲在草丛边，手里拿着刚采摘的植物，疑惑地心想：难道这个地方其实是什么隐藏的宝地吗？又过了一天，肖娜刚从一间破旧的木屋里走出来，身后传来路人的惊呼：“喂，你怎么从那里出来了？你有没有听到什么声音？”肖娜打了个哈欠，伸展着手臂回应道：“是的，我睡得像死猪一样沉。”再下一天，肖娜正躺在草地上休息，一名路人凑过来问道：“打扰一下，难道你……”肖娜没等对方说完，直接举起一根手指打断道：“没生病，没听到任何动静，神志非常清醒。如果你不是来给我送钱的，就请离开。”夜幕降临，肖娜躺在昏暗的室内，额头青筋暴起，发出了愤怒的低吼。她猛地坐起身，挥动着双拳，大声咆哮道：“不！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又不是什么供人观赏的猴子，为什么无论我走到哪里，每一个人都要问我有没有生病？”肖娜重新躺回地板上，发出一声不悦的啧声。她看着天花板，心想：难道他们以为我是因为喜欢才这么做的吗？肖娜侧过身，蜷缩在冰冷的地板上。算了吧，别再想了，越想只会越郁郁寡欢。她闭上双眼，在黑暗中默默祈祷：拜托了，明天。肖娜陷入沉睡，意识逐渐模糊，希望明天睁开眼时，我能回到原本的世界。就在他熟睡之际，一只巨大的血色手掌从阴影中探出，按在了他的肩头。无数血红的手印在黑暗中蔓延，伴随着令人胆寒的撕裂声。那些扭曲的肢体和窥视的眼球在肖娜周围疯狂涌动，将她娇小的身影彻底包围。一道血痕划过，鲜血顺着肖娜紧闭的眼角缓缓流下。
鲜血飞溅，伴随着撕裂的声响。敲门声响起，肖娜猛地睁开双眼，惊恐地看向四周。她迅速坐起身，环顾这间陌生的屋子。敲门声再次传来，肖娜看向紧闭的房门，心跳加速。难道这间屋子不是空的吗？她看着门口，意识到自己可能闯祸了。糟糕！肖娜盯着那扇门，心想：首先得去开门。肖娜推开房门，迈克尔正站在门口俯视着她。肖娜问道：“请问您是这间房子的主人吗？”他低下头，连声道歉：“真的很抱歉，我平时绝不是那种会随便闯进别人家里的人。昨天是因为有些不可抗力的因素。”迈克尔沉默地注视着他。肖娜看着迈克尔的面容，心想：哦，真是个罕见的美男子。迈克尔开口说道：“前任圣女肖娜。”迈克尔抬起手，向身后的随从示意。2名卫兵立刻上前，一左一右抓住了肖娜的手臂。肖娜被卫兵架住，惊恐地看着迈克尔。迈克尔看着肖娜说道：“我们怀疑你是一名崇拜邪灵的女巫，现将你逮捕。”肖娜愣在原地，发出疑惑的声音。迈克尔继续说道：“有人举报，一名圣女正居住在被邪灵附身的房子里。”肖娜大声喊道：“什么？不，到底是哪个混蛋会举报像我这样的良民？”她挣扎着看向迈克尔，继续喊道：“还有邪灵，那到底是什么意思？我以为这是浪漫幻想故事，而不是什么灵异小说。”迈克尔转过身问道：“灵异什么？”肖娜追问道：“你是说这里真的有邪灵、恶魔或者类似的东西吗？”迈克尔抬起手，指向肖娜身后的屋子，说道：“你刚才走出来的这间屋子。”他停顿了一下，语气冰冷地补充道：“还有你直到现在为止住过的所有地方。”迈克尔看向肖娜说道：“因为那些地方早已被邪灵占据，是常人只要靠近就会立刻毙命的死地。”肖娜发出一声闷哼，心想：人们常说在中学时期得中二病是一种福气，看来是真的。迈克尔看着肖娜变幻莫测的神情，问道：“为什么要露出那种表情？”女巫肖娜干笑2声，回应道：“不，我只是觉得太荒谬了。都什么年代了，尤其是在这种浪漫幻想背景下，这世界上哪来的鬼魂？”他继续大声喊道：“为什么？你干脆直接说你也能看见鬼魂的了。”迈克尔沉默地注视着他，眼神冰冷。肖娜看着他严肃的表情，心中升起一丝不安。“真的吗？”迈克尔下令道：“把他带走。”卫兵架起肖娜向外拖去。肖娜挣扎着喊道：“不，我都说了我不是女巫。”肖娜在卫兵的拖拽下拼命挣扎：“放开我！”一名卫兵猛地将肖娜按倒在草地上。肖娜发出一声闷哼，整个人狼狈地摔在迈克尔脚边。迈克尔停下脚步，冷漠地俯视着瘫在地上的肖娜。一名身穿华丽圣职长袍的女子走上前来，她戴着精致的头巾，嘴角带着一丝笑意，说道：“正如您所吩咐的，我们已经抓住了这名邪灵的仆人。大圣女大人。”大圣女看向迈克尔，继续说道：“做得好。”圣骑士指挥官迈克尔。迈克尔微微躬身回应道：“不，我只是做了身为莫安达拉之子该做的事。”肖娜看向大圣女问道：“那个大圣女大人？”她跪在地上，双手被绳索紧紧束缚。“如您所见，我真的是无辜的，我真的对邪灵或者女巫的事情一无所知。”肖娜露出讨好的笑容，继续说道：“所以，如果您能先帮我松绑的话。”大圣女俯视着肖娜说道：“真可怜。”她走到肖娜面前，语气冰冷：“作为邪灵的仆人，你是无法获得救赎的。”肖娜愣住了，那意味着……她猛地抬起头，大声喊道：“那是什么鬼话？你凭什么说我是邪灵的仆人？”大圣女转过身，不再理会肖内的抗议，轻声说道：“这也是没办法的事。”大圣女语气平淡地宣布：“我们别无选择，只能开始仪式了。”肖娜发出一声闷哼，死死盯着前方。一团漆黑的烟雾在空地上翻涌升腾，逐渐显现出狰狞的轮廓。肖娜看着眼前的一幕，那是一根巨大的木桩矗立在堆满柴火的土堆中心。肖娜惊恐地大喊道：“火行柱！你们这群疯子，快住手！”她拼命挣扎着，试图挣脱手腕上粗厚的绳索。“我说了，快住手！”肖娜看着越来越近的刑架，绝望地低声呢喃：“不，这不可能！”肖娜看着眼前这群人，大声怒吼道：“你们真的都疯了吗？”大圣女露出一丝冰冷的笑意，注视着被绑在木桩上的肖娜。肖娜看着逐渐逼近的火光，心中充满了绝望。难道我真的要这样死掉吗？火把在空中划过，肖娜不甘地心想：我到底做错了什么？我只是想活下去而已。她对着下方拿着火把的人大喊道：“看这里，先生，不要点火！”迈克尔站在下方，手中举着燃烧的火把。肖娜被紧紧附在木桩上，看着下方的火光，声嘶力竭地喊道：“嘿，不要点火！我真的不是女巫！”火焰被投向柴堆，瞬间升腾而起。肖娜在烈火中咆哮道：“我要去人权委员会起诉你们所有人！该死的龙套们！你们以为自己能永远平安无事吗？”围观的圣职者们看着熊熊燃烧的烈火，纷纷低下了头。肖娜在烈火中痛苦地挣扎，好烫！谁来救救我？快把火熄灭！火焰疯狂地舔舐着她的身体。肖娜在滚烫的烟雾中绝望地呼喊：“求求你们，谁来救救我！”大圣女站在火刑架下，注视着在火海中挣扎的身影。肖娜隔着扭曲的热浪看向下方，视线逐渐模糊。“求求你！”她的意识在高温中渐渐涣散，眼中的光芒开始熄灭。“求求你！”肖娜猛地从床上坐起，大口喘着气，冷汗顺着脸颊滑落。埃里尔推门走进房间，看着肖娜说道：“你该起床了，今天轮到你值日打扫。”肖娜坐在床边，看着埃里尔的背影。刚才发生了什么？肖娜睁大双眼，被火焚烧的剧痛依然清晰。无论这个故事重复多少次，那种痛苦都如影随形。她低头看向自己的双手，紧紧抓着胸前的6芒星吊坠。难道我又回来了吗？埃里尔停下脚步，疑惑地看向肖娜。啊！
肖娜坐在床边问道：“你见过魔女审判吗？”埃里尔一脸莫名其妙的回应道：“怎么突然问这个？你是做噩梦了吗？”肖娜垂下眼帘：“魔女审判，我小时候见过2次。在她的记忆中，火刑架上的女人被烈火吞噬，台下的人群在疯狂叫喊。”埃里尔继续说道：“那2个人以前也是圣女，因为受不了神殿的生活逃跑了，最后被处以火刑。你该不会是想用噩梦当借口逃避今天的打扫工作吧？”肖娜死死攥着被单：“如果我真的又回来了，是不是意味着无论死掉多少次，直到这个故事彻底终结之前，我都无法逃脱？”肖娜沉默地看着眼前的埃里尔。埃里尔见状，大声呵斥道：“喂，你问完话就不理人了吗？你以为自己是男爵的女儿就很了不起吗？”他指着肖娜继续说道：“就算你是贵族出身，现在也不过是个和我一样，一辈子只能干杂活的低阶圣女。听懂了就快去打扫。”肖娜咬紧牙关：“你是在开玩笑吗？”他猛地掀开被子，大喊道：“打扫，打扫，打扫！你脑子里就只有这2个字吗？”埃里尔被吓了一跳：“肖娜！”肖娜冲上前抓住埃里尔的肩膀，用力摇晃：“我也是圣女，不是你的私人清洁工。”埃里尔愣住了，随后眼眶泛红，发出了抽泣声。肖娜看着他：“啊！”埃里尔一边抹眼泪一边委屈地说道：“你这几天病得快要死掉了，我替你干了整整10天的活，你居然就这么对我？昨晚你明明连呼吸都困难，我真的好害怕。”肖娜看着哭泣的埃里尔：“如果每次回归都醒在这个时间点，难道是因为这具身体死去了吗？”他看着眼前的女孩，虽然埃里尔很烦人，但他这段时间肯定也很辛苦。肖娜握住埃里尔的手说道：“对不起，接下来的10天，我会连同你的那份区域一起打扫。”埃里尔止住哭声问道：“真的吗？”肖娜笑着回应道：“当然，你只要告诉我哪些是你的区域，哪些是我的就行。你在这里待的时间比我长，肯定比我更了解神殿。”埃里尔破涕为笑：“你终于清醒过来了，很好，交给我吧。”肖娜拍着手赞叹道：“哇，真酷，这太简单了。”埃里尔走在前面说道：“那我们先从厨房开始打扫吧。”肖娜跟在后面回应道：“没问题，全听你的。”他走在神殿的长廊上，首先我需要赢得神殿里这些人的信任。如果能收集到更多我还不掌握的情报，我就能彻底逃离这个该死的神殿。神殿的尖塔在晴空下显得格外肃穆。肖娜拿着扫帚在庭院里清扫着落叶，她擦了擦额头的汗水。埃里尔似乎很享受这种被当作前辈对待的感觉，一路上滔滔不绝地向肖娜讲解着神殿的各种琐事。肖奈跟在埃里尔身后，默默记下了所有信息。他甚至得知了存放圣女个人档案的秘密档案室位置。然而问题在于，作为一名低阶圣女，她根本没有权限进入那里，该怎么办才好？肖娜正拿着扫帚思索，忽然听到转角处传来低声的议论：“你不觉得她最近变得礼貌多了吗？”“谁？”“就是那个男爵家的女儿。”肖娜停下动作，躲在石柱后屏住呼吸。“啊，你是说肖娜？但是她其实根本不是男爵的女儿。”肖娜握着扫帚愣在原地，什么意思？另一名圣职者低声回应道：“肖娜不是他的亲生女儿吗？我听说男爵夫人当年有过外遇，所以男爵从没承认过肖内的身份。”在肖娜模糊的记忆中，年幼的她曾蜷缩在阴暗潮湿的阁楼里，只有一道微弱的光从缝隙透进来，映照着她孤独的身影。男爵甚至没有赐予她姓氏，一直把她关在阁楼里，直到9岁。等她一满10岁，就立刻把她卖给了神殿。如果真的是亲生女儿，怎么可能做得出这种事？确实如此，两名圣职者一边议论一边走远，留下肖娜独自站在空旷的长廊上。可怜的肖娜，原来是这么回事。肖娜低头看着地面，那些窃窃私语在风中渐渐消散。肖娜站在长廊上，看着那些远去的背影。你和我其实是一样的，我们都在这个腐朽的世界里挣扎求生。肖娜，保罗在神殿的大厅里高声呼喊：“肖娜，你在哪儿？”肖娜听到声音，转过身看向保罗，问道：“保罗，你找我吗？”保罗快步走上前，笑着问道：“总算找到你了，你明天负责打扫哪片区域？”肖娜回应道：“是图书馆。”保罗有些遗憾地叹了口气：“什么时候才能轮到你回厨房帮忙啊？其他人干活的效率，连你的1/4都赶不上。”肖娜有些局促地摆了摆手：“保罗，请别这么说。”肖娜微微低头说道：“能让我这种笨拙的整理方式得到严厉的保罗主厨认可，我已经非常感激了。能为负责神殿膳食的保罗主厨分担一点点忧愁，我真的感到无比荣幸。”保罗看着他这副谦卑的模样，笑着调侃道：“哈，你这小鬼！”他收起笑意问道：“你今年多大了？”肖娜回应道：“下个月就满18岁了。”保罗凑近肖娜耳边，压低声音说道：“等你成年了，我会去向芭芭拉大人求情，让你晋升为高阶圣女，你就等着好消息吧。”肖娜露出惊讶的神色：“那种事，像我这样的人怎么可能成为高阶圣女？这绝对不可能。”保罗拍了拍他的肩膀，说道：“哦，肖娜，你太谦虚了，相信我准没错。”肖娜看着保罗离去的背影，轻声的喃道：“保罗。”他低下头，嘴角勾起一抹阴冷的笑意：“那是当然的，我100%会成为高阶圣女，毕竟在上一轮轮回里，我也成功当上了高阶圣女，所以这件事我再清楚不过了。”肖娜在心中默默盘算，这到底是第几次回归了？想要成为高阶圣女，需要服从、勤奋以及谦卑。肖娜跪在祈祷室外，双手合十，低头做出虔诚祈祷的模样，甚至还要展现出一种近乎恐怖的信仰。只要每晚都守在祈祷室门外，假装虔诚的流下几滴眼泪，那位年迈的大圣女就会出现，带着慈祥的微笑看向你。肖娜仰起头，看着大圣女伸出手托起她的下巴。第二天，
你就会顺理成章的晋升为高阶圣女。该死，每次都是同样的套路。肖娜站在阴影中，眼神冰冷的注视着曾经的自己。真正的麻烦其实是在那之后才开始的。肖娜，大圣女站在宏伟的神殿大厅中央，手中托起一团幽蓝色的火焰。她看向跪在面前的肖娜，说道：“愿莫安达拉之光永远守护你。”在众人的注视下，那团蓝色的火焰降落在肖娜身上，将她整个人包裹其中。肖娜伸出手，看着那团火焰在掌心跳跃，随后一个灼热的六芒星印记在她的手背上缓缓浮现，皮肤被灼烧的剧痛瞬间袭来，印记深深的烙印进肉体之中。肖娜发出凄厉的惨叫：“好烫，好烫啊！”幽蓝色的火焰在她的掌心疯狂跳动，灼烧着每一寸神经。周围的圣职者们冷漠地注视着这一切，看着她在祭坛前痛苦的挣扎。肖娜瘫倒在冰冷的地板上，意识逐渐模糊，那种无法言喻的剧痛几乎要将他的灵魂撕碎。在最初的几次轮回中，他甚至无法承受这种圣痕烙印的痛苦，直接死在了受勋仪式上。但是在经历了无数次死亡与回归之后，时间仿佛在这一刻重叠。肖娜跪在地上，任由蓝色的火焰在手中肆虐，她的眼神不再有恐惧，只有冰冷的麻木。这种程度的痛苦，我已经可以忍受了。现在的我，甚至能面不改色地看着火焰将手掌烙印，因为我知道这仅仅是通往终点的一小步。肖娜站在繁花簇拥之中，手背上的红色六芒星圣痕正散发着幽幽的蓝光，她神情淡然地注视着这一切，仿佛这神圣的仪式只是一场乏味的排练。她戴上洁白的蕾丝头巾，遮住了那双清澈却冰冷的蓝色眼睛，嘴角勾起一抹恰到好处的弧度，那是她演练过无数次的圣洁微笑。肖娜双手合十，在心中默默感叹：这种戏码真是演多少次都会觉得腻味。仪式结束，肖娜提起裙摆，在众人的注视下缓缓走出大殿。只有死过好几次之后，我才终于明白，想要安全的离开这座神殿，唯一的办法就是以高阶圣女的身份去执行进化任务。她穿过长廊，洁白的长袍在地面上拖曳出细微的声响。明天早上就是伯爵爵位的授勋仪式了。肖娜停下脚步，看向窗外，那是她计划中最重要的转折点。大圣女站在高处叮嘱道：“既然这是你作为高阶圣女参加的第一次活动，务必准时出席。”肖娜双手合十，低头恭敬地回应道：“是的，我明白了，大圣女大人。”肖娜独自走在神殿的长廊上，心中暗自盘算，真是一段漫长又艰辛的旅程。等那个老太婆提到的授勋仪式一结束，我就立刻接下进化任务，然后彻底逃离这个神殿。神殿的尖塔在阳光下巍然屹立，神圣而庄严。肖奈本以为一切都会按照计划顺利进行，然而当他站在大殿的台阶上，看着那个身影缓缓走入会场时，他的呼吸瞬间凝滞了。一个穿着黑色军礼服的男人正穿过长廊，他的脚步沉稳而有力，周身散发着令人胆寒的压迫感。肖娜猛地睁大双眼，脸色变得惨白。怎么会是他？今天这场活动的主角竟然是你吗？男人停下脚步，那双冰冷且充满杀意的红色眼眸直视前方，仿佛能看穿一切伪装。他站在那里，就像是从地狱归来的修罗。大殿内回荡着庄严的声音。今天是值得庆贺的日子，在战争中立下赫赫战功的帝国英雄拉斐尔皇帝陛下已授予拉斐尔伯爵爵位，并赐予金克里德领地。拉斐尔沉默地站在大殿中央，面对着这份荣耀。肖娜看着眼前的拉斐尔，心中暗自催促：他在干什么？快点道谢，结束这一切吧。肖娜微笑着看向拉斐尔说道：“拉斐尔伯爵，希望你今后能继续为帝国效力。”肖娜伸出手，愿上苍之主，愿蒙达拉的祝福永远与你同在。肖娜站在高台之上，正为拉斐尔降下神圣的祝福。蓝色的神圣气息在两人之间流转。肖娜突然察觉到了什么，发出疑惑的声音：“拉斐尔正注视着他，那双眼睛让肖娜感到不安。怎么回事？他现在是在盯着我吗？那副表情简直像是要毁灭世界一样，太可怕了。”肖娜努力平复心绪，我可不是因为害怕才瞪大眼睛的。如果和他扯上关系，最后倒霉的一定是我。拉斐尔依旧站在大殿下方，沉默地注视着高台上的肖娜，始终没有开口说话。肖娜走进昏暗潮湿的洞穴，身后的年轻骑士紧张地提醒道：“请小心脚下。”肖娜漫不经心地回应道：“知道了，知道了。”他环顾四周，心中满是疑惑，这里到底有什么需要进化的？不管怎么看，都只是个普通的山洞。远处的骑士突然脚下一滑，发出一声惊叫。肖娜回头看了一眼，并没有在意。他继续向前走着，思绪却飘到了别处。拉斐尔已经获得了爵位，剩下的时间真的不多了。进化任务根本不重要，在那家伙发疯烧掉整个帝国之前，我必须尽快逃走。肖娜正想着，脚尖突然踢到了一块凸起的岩石，她惊呼一声，身体失去平衡，重重地摔向地面。肖娜跌倒在洞穴的地面上，发出一声惊呼。马利克急忙冲上前喊道：“肖娜，您没事吧？”肖奈坐在地上，按着受伤的部位说道：“好痛，我没事，只是擦伤而已。”马利克看着肖奈的手掌，声音颤抖着说道：“您的伤口？天啊，请快点离开这里！”肖奈疑惑地问道：“怎么了？”马利克神色慌张地解释道：“恶魔最喜欢血腥味了，在邪恶的气息渗入之前，请快逃吧。”肖娜看着马利克，心中满是无奈，又在说这种关于恶魔的鬼话了，真是一群疯子教徒。肖娜突然抬起头，对着马利克大声喊道：“马利克大人，我已经来不及了！马利克大人，我已经太迟了！”肖娜坐在地上，大声喊道：“在我召唤出恶魔之前，快丢下我逃跑吧！”
马利克挡在肖娜身前，拔出长剑回应道：“我绝不能丢下您独自逃走。”肖娜看着马利克的背影，故作感动的感叹道：“啊，马利克大人，您竟然如此勇敢！愿蒙达拉之光照耀着你。”肖娜双手合十，闭上眼睛开始祈祷，在混乱中注视着我们的神啊，光辉的蒙达拉，既然你质疑我们的诚意，那卑微的仆人将用动摇的信仰来回应。随着祈祷，洞穴内迸发出强烈的光芒，将昏暗的空间彻底照亮。马利克看着眼前的景象，惊讶地说道：“怎么会这样？”肖娜偷偷睁开眼，看着马利克呆滞的神情，心中暗自嘲笑，看那副愚蠢的表情，他该不会真的以为祈祷能引发奇迹吧？肖娜继续维持着祈祷的姿态，声音在洞穴中回荡。蒙达拉的目光所及之处，皆无阴影，没有任何地方是他无法触及的。马利克突然弯下腰，将肖娜横抱起来。肖娜发出一声惊叫，马利克抱着她向洞口跑去，大声喊道：“肖娜，请继续祈祷净化这里，我们要一起逃出去。”肖娜被马利克抱着冲出洞穴，心中满是嫌弃。我人生中第一次被人公主抱，竟然是这个笨蛋吗？真是敬谢不敏。洞穴外的森林中，几名骑士正聚在一起低声交谈。看到马利克抱着肖娜跑出来，众人纷纷停下动作。一名骑士指着前方喊道：“等一下！”肖娜在马利克怀中露出微笑，轻声说道：“我的脚步正向你走去。”他看着眼前的骑士们，神情显得从容而圣洁。马利克抱着肖娜走出洞穴，守在洞外的骑士们露出震惊的神情。对于这些狂热的信徒来说，受了伤却能安然无恙地走出洞穴，显然被当成了巨大的神迹。肖内的虔诚因此受到了更多的赞誉。肖娜看着众人崇拜的目光，心中却满是不解，这种事真的值得大惊小怪吗？在那之后，肖娜被指派了更加危险的进化任务。教团的人恭敬地请求道：“那么接下来的进化任务也拜托您了。”肖娜站在阴暗的建筑内，看着四周荒凉的景象，心中懊悔不已。早知道当初就该往洞穴的另一边跑。为了不再次被送上火刑架，肖娜只能选择继续假装努力工作。壁炉里的火焰熊熊燃烧，映照着她疲惫的身影。肖娜托着腮，陷入沉思。恶魔或怨灵这种东西真的存在吗？在这个名为剑之侯的世界里，本不该有这些超自然的东西存在，可关于人们目击幽灵或恶魔的报告实在太多了。肖娜无奈地叹了口气，反正我是一个都没见过。夜色笼罩着寂静的森林，肖娜走向等候在木屋外的老妇人。肖娜微笑着说道：“进化祈祷已经完成了，愿神永远与我们同在。”她看着老妇人感激的神情，心中却在盘算，刚才只是烧掉了一个旧玩偶之类的东西，这也算进化成功了吧？老妇人激动地回应道：“啊，真是太感谢您了。”老妇人从怀里掏出一个沉甸甸的小布袋，有些局促地说道：“这虽然不多，但是……”肖娜摆了摆手说道：“天哪，我做这些可不是为了物质回报。”老妇人急忙将布袋塞进肖娜手里，说道：“不，请务必收下。”肖娜顺势接过布袋，发出一声轻叹：“啊！”她看着手中的钱袋，心中暗自窃喜：“嘿嘿，谢谢您，老奶奶。”在这个世界进行的进化仪式，其实和家乡传统的萨满仪式没什么两样。多亏了每次收到的这些小费，肖奈的逃跑基金正在稳步增长。肖娜独自走在洒满月光的林间小径上，看着手中的钱袋，加上今天拿到的这些，我现在就可以直接逃走，然后过上安稳的生活了吧？身后突然传来一个低沉的声音：“肖娜！”肖娜停下脚步，转过身看向后方。肖娜停下脚步，转过身看向后方。一个低沉的声音响起：“抱歉，我来晚了。”肖娜看着那个正向她走来的男人，每次她外出执行任务，这个男人都会被指派来护送她。迈克尔走到肖娜面前，行了一个标准的骑士礼，说道：“很高兴见到您，我是圣骑士团指挥官迈克尔。”肖娜维持着优雅的微笑回应道：“是的，你好，很高兴见到你。”肖娜注视着眼前的迈克尔，心中却翻起了惊涛骇浪。就是这个家伙，在第一世的时候指控我是魔女，并亲手把我送上了火刑架。迈克尔神情严肃地说道：“奉大圣女之命，我已经封锁了下一个进化区域周边的地带。”肖娜双手合十，在迈克尔面前低头祈祷。既然有大圣女的旨意和圣骑士团长的护卫，在进化之前，我理应先献上感谢的祷告。他在心中恶狠狠地诅咒着，请务必让那个老太婆和眼前这个混蛋都不得好死。迈克尔低声说道：“感谢您，肖娜。”他侧过身做出请的手势。“我们现在出发吗？我为您带路。”肖娜微笑着回应道：“好的，拜托了。”他在迈克尔身后默默诅咒：“最好让你走路摔个狗吃屎。”月光洒在寂静的森林中，迈克尔领着肖娜来到一座宏伟的宅邸前。肖娜停下脚步，打量着眼前的建筑。这个地方，他突然兴奋起来。这不就是我第一次在神殿外留宿的那间房子吗？这里简直是为我的逃跑计划量身定做的完美场所。迈克尔站在一旁提醒道：“以前曾有其他圣职者进入这座宅邸，结果被恶灵附身，最后都遭遇了不幸。”肖奈转过头看向迈克尔，神情变得严肃起来。迈克尔神情冷峻地警告道：“如果你察觉到任何邪恶的气息，请立即逃离。”迈克尔停顿了一下，语气变得毫无温度：“如果你被恶灵污染，我将别无选择，只能亲手处决你。”肖娜平静地回应道：“那种事不会发生的。”迈克尔转过身，不再言语。肖娜双手合十，脸上挂着圣洁的微笑，说道：“伟大而光辉的蒙达拉与我同在。”迈克尔回头看了他一眼，眼神中透着审视与冷漠。肖娜独自进入宅邸，她站在窗边，看着迈克尔守在门外的背影，脸上的笑容瞬间消失。肖娜厌恶的低声咒骂道：“那个倒霉的混蛋，好不容易才拦住他，没让他跟着进来，真是个没用的家伙。”
肖娜环顾着寂静的室内，原本以为这房子只有1层，没想到还有2楼，要上去看看吗？她踩着木质阶梯向上走去，脚步声在空旷的走廊里回荡。推开2楼房间的门，里面摆放着整齐的家具，看来以前确实有人在这里生活过。肖娜打开衣柜，发现里面竟然还挂着衣服，这简直是天助我也！她迅速脱下那身显眼的圣职者长袍，换上了一套朴素的平民衣裙。肖娜对着镜子整理了一下头巾，露出满意的微笑，这样看起来就完全不像圣女了吧？她快步跑下楼，穿过昏暗的走廊，来到厨房。记得这里应该有一个后门，只要从那里溜出去，迈克尔那个家伙绝对发现不了。肖娜在厨房的角落里找到了那扇不起眼的小门，她伸出手握住了冰冷的金属门把手，只要打开这扇门，就能彻底自由了。肖娜握住冰冷的金属门把手，用力向后一拉，伴随着一声沉闷的摩擦声，后门被缓缓推开，清冷的月光顺着门缝洒进昏暗的厨房。肖娜看着门外自由的世界，心中发出一声呐喊，终于要和这个该死的邪教说再见了。他迈出脚步，头也不回地走进了夜色之中，月光笼罩着深夜。肖娜推开门，悄悄走入院落。他停下脚步，疑惑地看向前方，一双靴子出现在他面前。拉斐尔挡住了去路。肖奈看向他，该死，被发现了。那个神圣骑士是怎么知道的？拉斐尔面无表情地看着他。肖娜深吸一口气，不，冷静点。拉斐尔俯视着肖娜，果然如我所料。肖娜指着他问道：“你怎么会在这里？”拉斐尔突然逼近，将肖娜按在墙上。肖娜惊呼出声。拉斐尔拔出长剑，他伸手捂住肖奈的嘴，将冰冷的剑刃抵在他的颈间。拉斐尔嘴角微扬说道：“果然不出所料。”拉斐尔盯着肖娜说道：“我不怕死，如果你敢尖叫，我就杀了你。你这个落魄的肖娜。”肖娜看向他问道：“为什么要这样对待一个只住在神殿里的落魄肖娜？如果你杀了我，随行的神圣骑士会处决你的。”肖娜避开他的视线，则被他说中了。埃里尔正站在不远处的庭院中。拉斐尔反问道：“是吗？杀掉一个因为无法忍受诅咒而逃跑的肖娜又有什么错呢？”他重新看向拉斐尔，问道：“所以你到底想要什么？”拉斐尔看着他说道：“看来我没看错，在神殿里见到的那一幕。”拉斐尔看着肖娜说道：“在这种情况下，你竟然在怨恨我，而不是感到恐惧。”肖娜向后退去，我们甚至从未见过面。拉斐尔私自接触肖娜是被禁止的，我现在就叫神圣骑士过来。拉斐尔用剑指着他说道：“我告诉过你，你尖叫的那一刻就会死。”肖娜看着他，谁在乎呢？你现在干扰到我的工作了，就算我死在这里，反正也会重新开始，没理由感到害怕，只是会很麻烦而已。拉斐尔问道：“干扰？那让我问一件事，为什么你在非工作时间穿着不是肖内的长袍，而且那上面还浸透了死者的怨念？”肖娜愣在原地，死者的怨念，他是根据这个世界的设定在看东西吗？算了，不关我的事，先离开这里再说。肖娜试图从侧面绕过去，拉斐尔横跨一步，再次挡在他面前。肖娜停下脚步说道：“请让开。”拉斐尔问道：“你想去哪里？”肖娜大声呵斥道：“你打算做什么？快让开！”拉斐尔看着他说道：“啊，你已经被恶灵吞噬了吗？”肖娜，你的脚步已经不再受你自己的意志支配了。他收起长剑，从怀中掏出一把匕首，猛地划破了肖内的衣领。肖娜惊恐地喊道：“不，听我说！”拉斐尔继续说道：“你只是在按照依附于这件衣服上的灵魂欲望行动而已。”肖娜抬起腿，狠狠地踢向拉斐尔。拉斐尔露出惊讶的神色。肖娜忍无可忍地吼道：“够了，给我听好了，你这个该死的男主角！”拉斐尔愣在原地，看着愤怒的肖娜。他突然低头笑了起来，低声说道：“果然，我没看错。”拉斐尔看着肖娜说道：“你果然不是一般的肖娜。”肖娜怒视着他说道：“喂，别在那自顾自的偷笑，真的很让人火大。你在受职仪式上到底看到了什么才这样发疯？回答我！”拉斐尔沉默不语，只是在月色下静静地注视着他。肖娜站在原地，看着拉斐尔那副油盐不进的样子，突然想起了埃里尔。那天我无视埃里尔的时候，他也是这种心情吗？肖娜指着拉斐尔大声吼道：“伯爵，你根本没有朋友吧？你从来没有跟人好好沟通过，对吧？”拉斐尔愣住了，疑惑地问道：“什么？”肖娜指着拉斐尔继续说道：“你根本无法产生共情，也不理解别人。只要你在聚会上开口，气氛就会降到冰点。只有当你离开时，大家才会重新活跃起来，对吧？你根本不懂怎么社交。”拉斐尔沉默地听着。肖娜继续说道：“如果你想从别人那里打听消息，是不是该先学会怎么说话？在你成为伯爵的过程中，难道没有人给过你这种建议吗？”拉斐尔的神色变得阴沉。虽然我这么说，但他以前并不是这样的。当拉斐尔还是护卫骑士的时候，在他拼死守护的瑟琳迪亚死后，他的第一次回归开始了。为了救他，他逆转了数百次时间，却总是以失败告终。在无止境的重复中，他感到厌倦，情感逐渐腐烂。最终，在亲手杀掉瑟琳迪亚之后，他才终于得以继续前行。即便在那之后，神秘的回溯也从未停止。拉斐尔被困在循环中，逐渐变成了一个怪物。为什么这个极度虚无主义的男主角会突然出现在我面前？拉斐尔盯着肖娜问道：“受职仪式那天，你为什么会在那里？”肖娜回应道：“我是高级圣女，出现在那里是理所当然的。”拉斐尔反驳道：“不可能，那里本不该是你的位置。”肖娜猛地一惊。对了，他已经经历过无数次那场仪式，在以往的循环里，站在那里的总是别人。肖娜看着拉斐尔，该死，这要怎么解释？我一点也不想再和他扯上关系了。肖娜后退一步说道：“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远处突然传来呼喊声：“肖娜圣女！”拉斐尔转过头看向声音传来的方向：“肖娜圣女，发生什么事了吗？”
埃里尔站在2楼窗边，大声询问。肖娜看向窗户，糟糕，耽误太久了，本来现在应该已经到村口了。他收回目光，重新看向拉斐尔，说道：“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要对我这样，伯爵。”肖娜双手合十放在胸前，微笑着继续说道：“我换上这身衣服，只是为了净化这个地方而已。”拉斐尔盯着他问道：“真的吗？你不是想逃跑？”肖娜保持着笑容回应道：“您一定是误会了，希望我们再也不要见面。”肖奈转过身，快步走向门口。拉斐尔站在原地问道：“肖娜，是吗？”肖娜停下脚步。拉斐尔继续问道：“你想离开神殿吗？”肖娜背对着他，嘴角露出一丝冷笑。他转过头回应道：“当然不，在伟大神灵的指引下，我感到非常幸福。”肖娜推开门，走进了神殿内部。拉斐尔站在门外，看着沉重的大门在面前关上。肖娜快步跑回房间，该死，错过了逃跑的机会。门外传来急促的呼喊声：“肖娜圣女，我们要进来了。”肖娜慌忙回应道：“我还在祈祷，请等一下。”真是没耐心。她迅速跪在地上，摆出祈祷的姿势。大门被推开，埃里尔冲进房间。他看着跪在地上的肖娜问道：“你还好吗？”肖娜抬起头回应道：“是的，我没事，团长大人，下次我一定会逃出去的。”迈克尔看着眼前的肖娜问道：“肖娜，那身衣服是？”肖娜沉默片刻，随后露出微笑解释道：“这些衣服上附着着强大的恶灵，普通的祈祷根本无法净化他们。”他低下头，抓着裙摆，继续说道：“我以为在祈祷时穿着它们会有所帮助，但看来我的力量还是不够。”迈克尔看着他回应道：“你没有受伤，真是万幸。我们回去吧，你祈祷的时间已经比预定的要长了。”肖娜看着迈克尔离开的背影，心中暗自思忖：没有被发现吧？我得让这个说法更有说服力才行。他开口叫住了迈克尔：“那个指挥官。”肖娜看着周围说道：“这房子太危险了，必须尽快净化，最好明天就开始。”迈克尔看向他回应道：“但你今天已经过度劳累了，应该休息一段时间。”肖娜立刻拒绝道：“不，我不能那样做，我不能因为个人原因就背弃神的旨意。”迈克尔沉默地看着他，肖娜低下头避开视线。迈克尔开口说道：“那么过阵子再跟我一起来吧。”肖娜看着地上的圣职者长袍，回应道：“我会很感激的。”两人相对而立，陷入了短暂的沉默。肖娜打破沉默说道：“在回去之前，我需要换一下衣服。”迈克尔转身走向门口：“那我先在外面等你。”迈克尔走到门外说道：“换好了就出来。”肖娜回应道：“谢谢你的体谅。”随着房门关上的声响，肖娜独自留在屋内。她看着紧闭的门，心中暗自咒骂：真是个责任感过剩的混蛋。她一边整理着平民服饰，一边在心里盘算：下次我绝对要逃跑。就在她动作时，一件东西从她身上滑落，掉在了地板上。肖娜疑惑地看着地面，这是什么？她看着那张折叠整齐的纸，自言自语道：“这么精致的纸是什么？”肖娜弯下腰，伸手捡起了那张纸。她将纸张缓缓展开，看清了上面的内容。肖娜猛地瞪大了眼睛，发出一声惊呼：“哈！”肖娜看着手中的纸条，上面写着：“当你再次回去的时候，来找我。”肖娜看着纸条，那个疯子，他是什么时候把这个塞进来的？夜幕降临，肖娜独自待在房间里，她看着壁炉里的火光，反复咀嚼着那句话：“当你再次回去的时候。”她意识到，所以她肯定知道我会回宿。肖娜在房间里走动，我不想被卷进去，让事情变得更复杂，那样逃跑会花掉更多时间。她随手将纸条揉成一团，扔进了燃烧的壁炉里，纸团在火焰中迅速卷曲，化为灰烬。肖娜看着跳动的火苗，我没时间浪费在这种事上。她转过身，快步走向房间深处。肖娜看着前方，我必须尽快离开这本该死的小说。记忆中的火焰猛烈燃烧，耳边回响着焦急的呼喊：“亲爱的，亲爱的，恩惠在哪里？你把恩惠从那个小房间里带出来了吗？”另一个声音在火光中回应道：“啊，我正抱着他呢，你也快点出来。”肖娜猛地睁开眼睛，从回忆中惊醒。她站在空旷的走廊里，我必须回去，有些事情我需要从父母那里亲耳听到。肖奈转过身，快步走向走廊尽头，下一个进化地点应该是弗洛雷亚那吧。他停下脚步，蹲在窗边看向远方。肖娜从隐蔽的暗格中抽出一张陈旧的图纸，她蹲在书架旁，借着微弱的光线仔细查看。记忆中，主厨指着地图对年幼的肖娜说道：“仔细看，肖娜，这座建筑就是神殿。如果你沿着这条路走上1周，就能到达港口小镇弗洛雷亚呢。”年幼的肖娜指着地图上的阴影问道：“哇，这块黑色的部分是什么？”主厨无奈地回应道：“你连海图符号都不知道吗？”肖娜歪着头问道：“哎，大海不是蓝色的吗？”主厨伸手摸了摸肖娜的头，说道：“你很喜欢看地图吗？以后我会一点点再带给你看的。”肖娜露出灿烂的笑容，回应道：“真的吗？我太开心了，谢谢您。”回到现实，肖娜紧紧攥着手中的地图，心中暗自得意：好极了，地图到手。肖娜看着手中的地图，心中暗自祈祷：谢天谢地，来的是马利克。如果他像上次那样惊慌失措地跑掉，我就能立刻趁机逃走。清晨的神殿走廊静谧肃穆，肖娜提着沉重的行李箱走在石砖地上。肖娜圣女。肖娜停下脚步，转过身看向来人说道：“啊，马利克大人。”马利克快步走上前来，语气轻快地说道：“您起得真早，一想到要和如此虔诚的圣女一起去进行净化祈祷，我就已经充满了信仰。”肖娜微微点头回应道：“我也是，马利克大人，今天也请多多关照了。”肖娜笑着说道：“让我们带着信仰共同克服困难吧。”马利克回应道：“遵命，圣女大人，请把行李交给我吧，我来领。”马利克停下，马利克愣住，转头看向声音传来的方向。
沉稳的脚步声在走廊回荡。迈克尔走下台阶，来到了两人面前。今天陪同肖纳圣女的圣骑士将由迈克尔担任。马利克疑惑地问道：“哎，不是我吗？”迈克尔走上前，伸手拦在马利克身前，说道：“是的，计划更改了。”他看向肖纳，继续说道：“肖纳圣女。”肖纳回应道：“是的，伟大的圣女在此。弗洛雷亚那是个非常危险的地方。”一只手搭在了肖内的肩上，所以我们认为由指挥官亲自前往最为妥当。肖纳惊讶地转过身，看向出现在身后的教皇。教皇微笑着问道：“这样没问题吧？”肖纳迅速调整好神情，露出温和的微笑，回应道：“无论和谁一起去，无论身在何处，我只是在传播神的话语。”教皇满意的拍了拍肖纳的肩膀，说道：“那么接下来的行程也请尽力而为。”肖纳圣女。教皇看向一旁的迈克尔，吩咐道：“指挥官，请立刻护送肖纳圣女前往马车。”迈克尔微微躬身回应道：“遵命，伟大的圣女。”肖纳站在原地，看着迈克尔走上前提起他的行李箱，马利克则站在后方，默默注视着这一切。肖纳看着教皇离开的方向，心中暗自咒骂：“该死的邪教头子老太婆！”迈克尔转过身，神情冷峻地看向肖纳。肖纳避开他的视线，心中焦虑万分。如果和他在一起，逃跑会变得更难。马车在阳光下缓缓驶出神殿，穿过繁华的街道。车厢内随着行进微微晃动。肖纳坐在软垫上，看着身边的行李箱，又看向对面的迈克尔。他感到坐立难安。为什么他要坐在马车里，而不是在外面骑马？这太让人不自在了。迈克尔察觉到了他的视线，开口问道：“和我一起旅行让你感到不舒服吗？”肖纳立刻露出完美的微笑，回应道：“当然不是，这比一个人需要好得多。”迈克尔看着他继续说道：“我明白了。那么你知道圣骑士必须保护圣女吗？”肖纳点头回应道：“是的。但为什么突然问这个？”迈克尔双手交叠放在膝头，开口说道：“这意味着……”他抬起头，目光冰冷地注视着肖纳：“我们也负责监视你，以防你逃跑。”迈克尔坐在肖纳对面说道：“这意味着你们的职责也包括监视我们，以防圣女逃跑。”肖纳看着迈克尔回应道：“但是迈克尔大人，逃跑这个词通常用于逃离负面的事物。”迈克尔看向窗外，肖纳继续说道：“不是吗？神殿是神圣之地，我不认为那个词用在这里是合适的。”迈克尔沉默片刻说道：“你说的对，神殿既是圣女的家，也是侍奉神灵的神圣之地。”他看向窗外，继续说道：“我刚才之所以提起那个话题，是因为曾经发生过这样的案例：圣女和骑士在执行远距离任务时一起失踪了。”迈克尔的神情变得有些阴冷。肖纳看着他，心中暗自思忖：原来这些狂信徒担心的不是我会逃跑，而是担心马利克会诱惑我，然后我们两个一起私奔。我看起来像是会爱上那种笨蛋的人吗？肖纳看向迈克尔，大声说道：“圣骑士和圣女都是神选之子，然而私下建立感情并一起逃跑，这简直太荒谬了。”迈克尔听后陷入了沉思。迈克尔点头说道：“我同意，背弃神的旨意是不可想象的。”马车在林间小道上继续行驶。迈克尔看着前方说道：“那些背叛者与活着的恶灵没有区别，所以必须追捕到底，用圣剑将他们彻底净化。”肖纳微笑着回应道：“我明白了。”马车颠簸着穿过树荫，肖纳看着窗外，心中却在盘算：如果我真的逃跑了，我真的能活下来吗？肖奈转过头看向迈克尔，问道：“说起来，你在这么年轻的年纪就成为了指挥官，你是一直都想成为圣骑士吗？”迈克尔看着前方说道：“我年幼时，父母将我遗弃在神殿门前，多亏了那次遗弃，我才得以在穆安达拉的庇护下长大。”肖纳听后回应道：“原来是这样。至于我，是父母让我成为圣女，所以我才来到了神殿。”迈克尔转过头看向肖纳问道：“你有没有想象过，如果你不是圣女会怎样？”肖纳坐在窗边回答道：“我很满意现在的样子。”他看向迈克尔，继续问道：“啊，难道迈克尔大人对现在的生活感到不满吗？”迈克尔神情严肃地回应道：“完全没有，我认为这就是我的天职。”肖纳微笑着说道：“果然如我所料。”肖纳看着坐在对面的迈克尔，他看起来最多只比我大5、6岁，信仰怎么会如此极端？难道是在哪里被洗脑了吗？肖纳沉默着，目光落在迈克尔身上。几天后，夜色笼罩着海港，海浪拍打着岸边的礁石，码头上的灯火在黑暗中摇曳。迈克尔带着骑士们走在石砖路上，身后的骑士低声诵读着祷告词。肖纳跟在队伍中，闻到了空气中咸湿的味道，是大海的气息。肖纳环顾四周，保罗叔叔说这里是个混乱的港口城市，但这里一个人也没有，太安静了。迈克尔看向肖纳问道：“肖纳，你是否也感觉到了这里潜伏着的邪恶气息？”肖纳猛地一惊，他在心中告诫自己：振作点，维持好人设。肖纳神情严肃地回应道：“是的，这里充满了极其邪恶的东西。我们要在这里进行净化祈祷吗？”他站在空旷的街道中央，张开双臂，两名随行的圣职者停下脚步看向他。迈克尔低声叫道：“肖纳！”他看向肖纳，继续说道：“难道你没有听到那些恶灵斯里尔摩的尖叫声吗？”肖纳双手合十放在胸前，微笑着回应道：“不，我听到的只有莫安达拉对我的呼唤。”迈克尔看着他说道：“肖纳，这里是城镇的中心，即便以你的能力，想要将全城的恶灵聚集在一起也是很困难的。”肖纳向前迈出一步说道：“但是，指挥官，我认为我们应该尽力而为，那是我的职责。”迈克尔看着肖纳，进化固然重要，但没必要冒生命危险。跟我来。”肖纳回应道：“好的，明白了。”两名随行的圣职者看着肖纳，传闻果然是真的。肖纳大人真是太虔诚了。肖纳
看着他们的反应，心中暗自得意，很好，刚才的圣女演技相当有说服力。夜色渐深，一行人来到一处偏僻的木屋前，海浪声在不远处回荡。肖娜站在空地上，迈克尔和圣职者们守在周围。突然，2名圣职者弯下腰，发出痛苦的呻吟。肖娜看着那2名圣职者，他们怎么了？是因为长途跋涉太累了吗？迈克尔看向肖娜说道：“肖娜，准备就绪后就可以开始了。”肖娜回应道：“好的，明白了。”他提起裙摆跪在木地板上，心中暗自思忖。说起来，他在马车里也一直盯着我，因为我看不见那些所谓的恶灵，他肯定还在怀疑我。肖娜闭上双眼，双手合十放在胸前。好吧，那就让你们看看完美的净化仪式，只要随便念几句经文就行了吧。他在心中默默吟诵着咒语。突然，迈克尔拔出长剑，大声吼道：“所有人振作起来！”黑色的雾气在四周蔓延，一名圣职者瘫倒在地上，哀求道：“指挥官，我撑不住了！”另一名圣职者也倒了下去。迈克尔握紧长剑，警惕地环视着被黑暗笼罩的四周。迈克尔伸出手掌，掌心绽放出耀眼的白色光芒，光芒迅速扩张，形成一道巨大的半透明屏障，将倒地的圣职者们护在身后。屏障外，黑色的雾气疯狂撞击着光壁，发出刺耳的摩擦声。迈克尔咬牙支撑，汗水顺着脸颊滑落。突然，迈克尔察觉到异样，猛地转过头，一个扭曲的黑影悄无声息地出现在他身后。那是一个面目狰狞的女人，双眼散发着诡异的红光，嘴角挂着令人毛骨悚然的笑容。黑影贴近迈克尔的耳边，发出低沉而阴森的笑声，嘻嘻嘻嘻。迈克尔挥动长剑，剑刃划出一道耀眼的蓝色弧光，斩向身后的黑影。黑影被剑气击退，在空中翻滚后引入黑暗。2名圣职者惊恐地喊道：“指挥官！”迈克尔大声命令道：“撤退，不惜一切代价保护肖娜，快动起来！”他挥剑挡住袭来的黑雾，掩护众人后撤。2名圣职者瘫倒在地上，挣扎着想要站起来。迈克尔握紧长剑，警惕地注视着四周。远处再次传来黑影阴森的笑声，嘻嘻嘻嘻。迈克尔看向前方，神情凝重。肖娜跪在地上，双手紧紧交握。莫安达拉回应道：“我的战士，我永远在你身边。”他站起身，长发随风飘动，白色的裙摆掠过地面。他迈步向前，停在迈克尔身旁。肖娜轻声说道：“那个。”肖娜轻启朱唇。迈克尔看着他，肖娜是。肖娜微笑着看向迈克尔说道：“净化祈祷已经完成了，指挥官。”他站在那里，周身散发着柔和的光芒，神情宁静而圣洁。迈克尔注视着肖娜，心中感叹道：“她是一位真正的圣女。”马车在林间小道上行驶，月光穿过树丛，洒在颠簸的车厢上。肖娜坐在车窗边，闭着眼。迈克尔骑马并行在侧，视线始终停留在她身上。肖娜察觉到那道目光，神色不悦。迈克尔开口说道：“肖娜，你的脸色看起来不太好，要休息一下吗？”肖娜睁开眼回应道：“好的。”迈克尔向随行骑士下令停车休息片刻。骑士回应道：“是，指挥官。”肖娜看着窗外，心中暗想，并不是我身体不适，而是你的视线太沉重了。马车缓缓停稳，肖娜走下车厢，看向四周。迈克尔伸出手，看向肖娜说道：“地面很湿，请小心落脚，不要滑倒。”肖娜搭住他的手，走下马车回应道：“谢谢你，指挥官。”他面上保持着微笑，内心却感到荒谬。这家伙是怎么回事？难道是因为刚才那场净化祷告深受感动吗？我的演技真的进步了，我明明只是随便背了几句经文，在演戏而已。肖娜独自走向林间深处，看着四周的树影，心中暗自盘算：如果我的预测没错，在不久的将来。迈克尔站在马车旁，看着他的背影，低声呢喃：“肖娜圣女。”肖娜看向远方，心中满是焦虑。我得赶紧逃跑才行，难道就没有别的办法了吗？迈克尔注视着肖娜，心中感叹：她甚至可能继承大圣女的位置，那种由内而外散发出的虔诚感，或许那股力量已经超越了大圣女。迈克尔按住胸口，神情变得凝重。难道我最近缺乏修行吗？竟然产生了这种邪恶的念头。莫安达拉唯一的真理之声，只属于圣女大人。突然，一阵急促的呼救声打破了林间的寂静。救命！救救我们！迈克尔猛地转过身，看向声音传来的方向，只见2名圣职者正搀扶着一名黑发女子，跌跌撞撞地跑了过来。迈克尔看着眼前的景象，这是怎么回事？圣职者焦急地喊道：“请帮帮我们！”迈克尔走上前问道：“请冷静下来，发生什么事了？”圣职者指着肖娜喊道：“你身后的那位不就是大圣女吗？我们需要她的祈祷。”迈克尔回应道：“请冷静下来，想要得到圣女的祈祷，必须先去神殿说明情况，并按顺序等待。但是……”圣职者打断了他的话，那名黑发女子瘫倒在地上，发疯般的嘶吼着：“我的孩子，出去玩的孩子还没回来！”他抬起头，双眼布满血丝，面容因极度的痛苦而扭曲，发出凄厉的哀鸣。2名圣职者看着女子的惨状，神色惊恐。女子跪在迈克尔面前，抓着他的衣角哀求。迈克尔闭上眼，随后看向肖娜问道：“肖娜，你觉得呢？”肖娜问道：“关于什么？”迈克尔看着他说道：“我们不能耽得太久，但能否为这个人稍微留出一点时间？”肖娜看向迈克尔问道：“迈克尔指挥官。”迈克尔正要回应，突然发出一声惨叫。肖娜惊恐地看着他问道：“你刚才和骑士们在一起做了什么？”迈克尔愣在原地，疑惑地问道：“请问？”他下意识向后退去。2名圣职者看着空荡荡的地面，惊呼道：“那个人不见了！”迈克尔猛地意识到危险，冲向肖娜大喊道：“肖娜，快跑！”
迈克尔停下脚步，身后传来阴冷的低语：“救救我！”肖娜看着眼前的一幕，发出尖叫：“呀！”迈克尔重重地摔倒在草地上，一双暗红色的枯瘦怪手死死掐住了他的脖子，他痛苦地挣扎着，发出破碎的呻吟。“住手！”肖娜看着眼前的景象，尖叫出声：“快放手！”迈克尔倒在地上，双手拼命想要扯开颈部的束缚，他艰难地喘息着。肖娜冲着他大声喊道：“迈克尔，你为什么要掐住自己的脖子？快清醒一点！”迈克尔愣住了，他在窒息的痛苦中产生了一丝疑惑：“我是在掐自己的脖子吗？”他感觉到身后有一股阴冷的黑影在盘旋，那股力量正试图操控他的意志。难道是恶灵在向圣女展示幻觉？迈克尔再次发出一声闷哼，整个人蜷缩在地上。肖娜站在不远处，看着他痛苦的样子，不知所措。一个黑色的身影从阴影中缓缓走出，正朝着肖内的方向逼近。迈克尔倒在地上挣扎，身体使不上力气。他试图拉开掐住脖子的怪手，心中焦急万分。可恶，身体一点力气都没有，至少要把这只恶灵的手拉开。他颤抖着手摸向腰间，解开了佩剑的挂扣，长剑掉落在草地上，发出沉闷的声响。迈克尔艰难地挤出声音：“剑，圣女，快拿剑！”肖娜回应道：“好的。”他跑向掉落的长剑，俯身将其捡起，双手紧紧握住剑鞘，递向迈克尔喊道：“给你。”肖娜看着眼前的景象，整个人僵在原地。迈克尔面色涨红，双手死死掐住自己的脖子，仿佛要将自己活活勒死。肖娜惊叫道：“迈克尔！”他看着迈克尔痛苦的样子，心中充满了疑惑与恐惧。到底是怎么回事？他为什么会变成这样？难道是被什么恶灵控制了吗？等一下！肖娜停下脚步，看着在地上痛苦挣扎的迈克尔，这不正是逃跑的好机会吗？这个男人曾无数次将我送上火刑架，他是个彻头彻尾的混蛋，我根本没有理由救他，一个理由都没有。肖娜站在原地，看着迈克尔被那股无形的力量折磨，四周的阴影愈发浓重。突然，一只手从后方伸出，搭在了肖内的肩膀上。肖娜惊恐地转过头，拉斐尔站在他身后说道：“圣女大人，既然已经拔出了剑，那就用它吧。”拉斐尔握住剑柄，拔出长剑，一道寒光划破夜空。拉斐尔挥剑斩向缠绕在迈克尔身上的黑影，剑刃带起凌厉的气流，精准地切断了那股无形的束缚。迈克尔发出一声痛苦的闷哼，鲜血溅落在他的肩头，他整个人脱力的跪倒在地上，大口喘息着。拉斐尔收起剑势，站在迈克尔面前。肖娜站在后方，看着这个突然出现的男人。迈克尔支撑不住身体，彻底瘫倒在草地上，陷入了昏迷。肖娜看着拉斐尔的背影，试探着问道：“拉斐尔？”拉斐尔侧过头，露出那双冷峻的红色瞳孔，看向肖娜。拉斐尔站在肖娜面前，手中握着那柄刚出鞘的长剑，剑尖斜指向地面。肖娜看着眼前的男人，他穿着深色的斗篷，整个人几乎与夜色融为一体，唯有那双红色的瞳孔在暗影中格外清晰。拉斐尔转过身，看向肖娜问道：“你没事吧？”肖娜看着他，一时间没有回答。拉斐尔站在林间，看向前方。拉斐尔一脚踩在迈克尔身上，迈克尔痛苦地叫出声，随后彻底昏死过去。肖娜看着到地不起的迈克尔，问道：“你杀了他吗？”拉斐尔收起动作，回应道：“他只是晕过去了。”肖娜松了口气，说道：“天哪，刚才到底发生了什么？”拉斐尔沉默地看向他，两人并肩站在昏迷的迈克尔身旁。拉斐尔看着倒在地上的迈克尔，说道：“你不是一直到处进行净化吗？难道以前从没见过这种场面？”肖娜回应道：“一切发生的太突然了。”拉斐尔看向他说道：“说真的，你真的是圣女吗？连这种事都处理不好，还谈什么净化？”拉斐尔握住剑柄，将长剑收入鞘中，发出清脆的金属撞击声。他转过头，低声说道：“总之，别让那个老太婆知道我来过这里，明白了吗？”拉斐尔环顾四周，雾气不知何时变得浓重，笼罩了整片树林。他看向肖娜，喊道：“喂，肖娜！”肖娜背对着他站在浓雾中，没有回应。拉斐尔再次问道：“你在听我说话吗？”肖娜站在原地，神情显得有些迟疑。肖娜发出一声尖叫，瘫坐在地上。拉斐尔走向他，喊道：“喂，圣女！”肖娜捂住嘴，身体不停地起伏。拉斐尔弯下腰问道：“你在干什么？难道是被这雾气吓到了吗？这附近什么都没有，你是被附身了吗？”肖娜低声呢喃：“我。”拉斐尔盯着他猛地抓住拉斐尔的脚踝，大声喊道：“好烫，放我出去，带我一起走，求求你救我！”拉斐尔看着紧紧抓着自己的肖娜说道：“我知道了，所以先放手。”肖娜扑向拉斐尔，双手死死抓着他的衣襟，发出痛苦的呻吟。拉斐尔低头看着他，伸手握住肖娜的手腕，一阵光芒在两人之间绽放。肖娜发出一声惊叫，森林恢复了平静，月光洒在树梢，西边的鹿停下动作，四周变得鸦雀无声。拉斐尔站在原地，任由肖娜跪在身前抓着自己。肖娜依然抓着他的手，低声的喃道：“好痛。”他看着眼前的景象，心中想到：世界变得很安静，我已经重复了数百次人生，但这还是第一次见到如此安静的世界。拉斐尔猛地一惊，肖娜突然松开手，整个人向后倒去，重重地摔在地上，发出一声闷哼。拉斐尔看着他问道：“现在感觉好点了吗？”肖娜坐在地上回应道：“是的，多亏了你，我现在完全清醒了。”两人在寂静的森林中对峙，迈克尔依然昏迷在不远处的草地上。拉斐尔看着肖娜问道：“我知道哈特温男爵名声在外，但你小时候是受过什么虐待吗？”肖娜反驳道：“我的父母不是那样的，虐待简直荒谬。”拉斐尔看着眼前的女人，关于哈特温男爵女儿的传闻在帝国人尽皆知，据说她一生都被关在阁楼里，甚至没有受过基础教育，
最终被卖给了神殿。拉斐尔开口说道：“刚才明明是你抓着我，一直喊着好烫，求我放你出去。如果不是你的父母，那一定是在神殿里受过虐待。”肖奈转过身回应道：“我不记得有这种事，你是不是搞错了？也许是你被恶灵附身了。”他看向倒在地上的同伴，继续说道：“被附身的不是我，是你的队伍受到了恶灵的攻击。对了，骑士们，你觉得他们还好吗？”迈克尔依然一动不动地趴在草地上。肖娜跑向迈克尔，跪在他身边喊道：“迈克尔，你还好吗？请快醒醒！”拉斐尔冷淡地回应道：“谁知道呢？去看看他们死没死吧。”拉斐尔站在一旁看着，肖内感叹道：“天哪，迈克尔大人竟然被恶灵打败得如此狼狈！”他守在昏迷的迈克尔身旁，神情充满了担忧。肖娜跪在地上，双手合十，低声祈祷道：“如果我的祈祷能传达给主，请保护您忠诚的儿子免受邪恶侵害，愿行走在光中的人得到神圣之意。”拉斐尔站在一旁冷眼看着，心中想到：果然如此，只是我的错觉，我不该抱有任何期待。他看着眼前的女人，觉得她和那些抱着无用经文的圣女候选人没什么两样。肖奈转过头问道：“拉斐尔，我们该怎么办？”拉斐尔回应道：“还能怎么办？他只是晕过去了，等他醒来就行。”肖娜迟疑道：“可是……”拉斐尔打断道：“够了，等骑士们醒来，你就说一切都是靠你祈祷解决的。”肖娜愣住，反驳道：“但我什么都没做啊，刚才明明是你一剑解决了问题。”拉斐尔蹲下身，盯着他说道：“按我说的做就行。如果神殿因为这件事联系我，或者问起我为什么出现在这里，我会亲手杀了你。”肖娜发出一声惊叫，身体向后缩去。拉斐尔松开手，站起身，冷漠地俯视着他。他沉默片刻，转身走向森林深处，脚步声渐渐远去。肖娜独自坐在地上，看着拉斐尔消失的方向，长舒了一口气。他终于走了。他看着倒在远处的迈克尔，心中想到，差点就和那个行走的灾难纠缠不清了。本以为装傻就能让他主动离开，果然奏效了。他站起身，拍了拍裙子上的尘土，心中疑惑道：“不过他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这里可不是他的领地。”肖娜躲在树后，心中告诫自己：不，绝对不能对他产生好奇心，停止关注那个男主角。拉斐尔站在血红色的背景中，手握长剑，神情冷峻。肖娜继续想到：不要卷入他的生活，否则只会无谓的延长这个故事。他必须活下去，并尽快达到结局，这样我才能逃离这本该死的小说，对吧？所以现在跑！他猛地转身，提着裙摆在森林中狂奔，想要远离这一切。突然，他的脚尖踢到了什么东西，整个人失去平衡。他低头看去，发现自己正踩在迈克尔的身上。迈克尔依然昏迷不醒，脸上带着伤痕。肖娜停下脚步，看着脚下的迈克尔，发出一声惊呼：“等一下！”肖娜在狂奔中失去平衡，一脚重重地踩在了迈克尔的脸上。迈克尔发出一声闷响，整个人被踩得陷进草地。肖娜惊恐地大喊：“快动起来！”肖娜跪坐在深夜的林间，看着倒在面前的迈克尔。这件事我已经考虑很久了。肖娜看着昏迷不醒的迈克尔，如果我杀掉这家伙，难道不应该获得法律豁免权吗？你们知道因为他我被火刑处死了多少次吗？肖娜继续思索着。没错，我怎么能确定在这一世他不会再次把我送上火刑架？他自言自语道：“这正是我想说的。但在这一世，迈克尔还没有对我做过什么，对吧？”肖娜看着眼前的景象，问道：“那是真的？等等，你也是天使吗？”肖娜看着周围，心想：难道恶魔是被拉斐尔解决了吗？竟然有2个天使，而且是不是只有我这么觉得？那个天使看起来有点危险。一个声音在他脑海中响起：“如果你就这样逃跑，等迈克尔醒过来，你就不只是个逃跑的圣女了，你会被当作杀人未遂的犯人遭到追捕。”肖娜回应道：“那是真的，但如果我现在不逃走，谁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再有这种机会？”迈克尔发出一声呻吟，肖娜吃了一惊，他已经要醒了吗？这不应该发生。他站起身，准备离开。“我要离开这里，你自己解决吧。”迈克尔捂着头坐了起来，呻吟道：“我的头。”肖娜沉默地看着眼前的景象，2名圣职者匆忙赶到，其中一人扶住同伴，看向肖娜和倒在地上的拉斐尔，说道：“团长，肖娜，谢天谢地，你们都平安无事。我一直在向神祈祷，祈求神保佑你们脱离险境。”2名圣职者齐声喊道：“肖娜！”肖娜看着他们，心中却在回想：“请救救我们！我曾全心全意地向迈克尔祈祷。”他们跪倒在肖娜面前，肖娜依然坐在地上，迈克尔则倒在一旁。迈克尔躺在地上，发出一声虚弱的呼喊。肖娜坐在林间的岩石上回应道：“请别这么说，这没什么，我只是做了我该做的事。”他在心里暗自抱怨：“你们这些麻烦的人，请快点从我的生活中消失吧。”圣职者们围在肖娜身边，感叹道：“如果不是肖娜，我们恐怕都已经没命了。”圣职者看向肖娜说道：“既然团长已经醒了，我们这就准备出发。肖娜，请您好好休息。”肖娜点了点头：“谢谢你们。”迈克尔坐在地上，看向肖娜问道：“顺便问一下，到底发生了什么？”“我的后脑勺疼得厉害。”肖娜沉默地看向一旁。迈克尔继续说道：“不仅是脖子，连后脑勺也。”肖娜看着他，心中暗自惊呼：“啊，团长刚才一直在用后脑勺撞地，看来是因为冲击太大，他什么都不记得了。”他走到迈克尔身边，伸手按住他的肩膀，说道：“迈克尔，不要挣扎着去回忆那些痛苦的时刻了。”肖娜按住迈克尔的肩膀，说道：“与回归神怀抱的喜悦相比，这些残留的痛苦是多么微不足道。”他在心中暗自咒骂：“你这混蛋，绝对不准想起是我踢了你，快把那件事忘掉。”迈克尔看着肖娜说道：“肖娜。”他站起身，整理好衣装，向肖娜行礼说道：“
感谢你冒着生命危险将我从邪恶中救赎出来。肖娜看向迈克尔说道：“不客气，帮助他人是我的职责。”迈克尔点头回应道：“你说的对，神殿是圣女的家，也是侍奉神的神圣空间。我刚才提起那个，是因为在长期的任务中，曾发生过圣女和骑士一起失踪的情况。”肖娜露出微笑，心中却在盘算：啊，对了，还有那个办法。她解下自己的衣襟，递给迈克尔，说道：“团长，拿着这个，如果把它缠在脖子上，肿胀很快就会消退。”肖娜走近迈克尔，亲手将衣襟围在他的颈间。迈克尔愣在原地，看着近在咫尺的肖娜。迈克尔有些局促地说道：“肖娜，我自己来就可以。”迈克尔猛地后退一步，说道：“我没事，肖娜，感谢你的照顾，剩下的我会自己处理。”肖娜继续为他整理领口，说道：“但是你受伤了，你是为了保护我才伤得这么重。”迈克尔避开视线说道：“训练的时候经常会受这种伤，与之相比，这点小事根本不算什么。”肖娜惊呼道：“天哪，团长，我觉得你甚至开始发烧了，你的脸红得发烫。”肖娜看着他的背影，心想：没错，如果一次性给他太多刺激的话。他转过身，急忙整理着领口的头巾。肖娜看着迈克尔的背影，心中暗自盘算：这个禁欲的狂信徒，随时可能把我打成魔女处死。为了我的安全，我必须确保让他先向我表白。肖娜发出一声惊叫：“啊！”迈克尔立刻转过身，紧张地问道：“肖娜，你没事吧？”肖娜跌坐在草地上，捂着脚踝，回应道：“啊，我好像扭伤了脚踝。”迈克尔快步走回他身边，蹲下身子说道：“让我看看。”肖娜轻声呼痛：“疼。”迈克尔握住他的脚踝，轻轻按压着，问道：“按这里会痛吗？”肖娜缩了缩脚：“啊。”迈克尔继续检查着：“那这里呢？”肖娜轻声回应道：“啊，那里也疼。”迈克尔看着他的脚踝说道：“天哪，看来你伤得很重。”肖娜猛地拉下裙摆，遮住了双腿。迈克尔停下动作说道：“肖娜，如果你这样遮住，我没法检查伤势。”肖娜低下头，避开他的视线说道：“但是团长，我的腿露在外面，这让我觉得有点难为情。”迈克尔愣住了，呆呆地看着肖娜。他猛地反应过来，发出了一声惊呼：“啊！”迈克尔整个人僵在原地，他猛地转过身去，大声喊道：“对不起！”肖娜看着他慌乱的样子，迈克尔捂住双眼，语无伦次地喊着：“我什么都没看见，真的什么都没看见。”他头也不回地跑向远方。肖娜看着他落荒而逃的背影，露出了得逞的微笑。他在心中呐喊：“不要压抑你的本能，快对我说，让我们一起逃跑吧！”肖娜握紧拳头，随后又松开了，叹了口气。他独自坐在深夜的林间，看着自己的双手，真不敢相信，我竟然在这么努力的诱惑一个曾把我烧死好几次的家伙。肖内战起身，整理了一下长袍，自嘲地想到：我的处境真是可悲到让人同情。肖娜独自走在月光下的森林里，心中满是疲惫。仅仅经历了10几次回归，我就已经感到如此精疲力竭和沮丧。他停下脚步，想起了拉斐尔，那个曾为了自我毁灭而让整个帝国化为焦土的男人。在那样的轮回中，无论做什么都看不到前进的希望，他该有多么烦躁和绝望。肖娜低声自语：我从没想过有一天我竟然会开始同情他，真是太可怜了。一个冰冷的声音突然从后方传来：你在说谁可怜？肖娜惊恐地转过身，看向声音传来的方向，在幽暗的林间，拉斐尔不知何时已经醒来，正静静地注视着他。拉斐尔赤裸着上身站在水中，他转过身看向岸边的肖娜，说道：肖娜。他站在波光粼粼的水池中央，注视着他，问道：你刚才在说谁可怜？肖娜蹲在草丛后，看着前方。拉斐尔站在水中，他转过身说道：肖娜。肖娜看着他，拉斐尔继续说道：我从不知道你还有偷看别人洗澡的爱好。肖娜大声喊道：不，快把胸膛从我面前挪开。肖娜后退时绊到了脚，发出一声惊叫，整个人向后仰倒。拉斐尔疑惑地问道：我的眼睛怎么了？男人看着他摔倒的方向，沉默不语。他赤着脚从水中走上岸边。肖娜跌坐在草地上，低声自语道：假装受伤好像起反作用了。拉斐尔整理着衬衫，看向他问道：你为什么还一个人躲在森林里？肖娜避开视线，回应道：我只是想散散步，不用担心。他看着地面，确认自己看起来并无大碍，一只手伸到了肖娜面前。拉斐尔站在月色下说道：别抱怨了，快点起来。肖娜坐在地上仰视着他，没有动作。拉斐尔俯视着肖娜，再次示意他握住自己的手。拉斐尔抓住肖娜的手臂，将她从地上拉起。肖娜惊叫一声，甩开他的手说道：嘿，我自己能起来。拉斐尔看着他问道：你在冲我发火吗？是有什么事不顺心？肖奈转过头去，小声嘀咕道：哼，我跟在湖里裸浴的变态没什么好说的。拉斐尔反问道：变态？哈，你以为只有你在为了诱惑圣骑士而竭尽全力吗？肖奈反驳道：什么？不，我从来没做过那种事。拉斐尔靠近他说道：你没看见吗？就在现在，就在你身边。他盯着肖娜身后的虚空，继续说道：有一大群喋喋不休的幽灵正在告诉我。肖娜看着周围浮现的黑影，惊讶地问道：幽灵？你能看见他们？他陷入了沉思。根据骑士们的说法，偶尔瞥见恶灵是一回事，但我从未见过能一直看到幽灵的人。拉斐尔双臂交叠在胸前说道：我不知道你对他做了什么变态的事，但那些幽灵正拼命尖叫着你是如何勾引他的。肖娜愣在原地。拉斐尔继续说道：圣女喜欢上骑士是可以接受的吗？你表现得像个虔诚的圣职者，我还以为你至少会遵守规则。肖娜低着头，小声念道：把它给我。拉斐尔问道：什么？肖娜猛地抬起头喊道：告诉我他们都在说什么，那些幽灵到底在说什么？拉斐尔看着他问道：你真的对那个人那么感兴趣吗？
肖娜指着他大声威胁道：“如果你不告诉我，我就去散布谣言，说你是个喜欢在户外裸奔的变态。”拉斐尔沉默地看着他，脸色变得阴沉。拉斐尔叹了口气说道：“我完全看错你了，没想到你是个这么疯狂的女人。”肖娜抓住他的手臂追问道：“快告诉我，我身边的幽灵到底在说什么？”拉斐尔沉默不语。肖娜继续说道：“所以你不打算告诉我吗？伯爵，你能看见幽灵是个秘密对吧？我不会告诉任何人的，当然也不会告诉别人。你是个喜欢在公共场合裸奔的变态。”他凑近了一些说道：“所以拜托了。”拉斐尔按住额头，显得有些无奈。肖娜再次恳求道：“拜托了。”拉斐尔妥协道：“没什么特别的，只是让你在眼神交汇时微笑，并给出友善的回应。”肖娜愣住了，重复道：“微笑。”他低头思索着问道：“我该怎么微笑？”拉斐尔看着他没有说话。肖娜用手指抵住嘴角向上低了，问道：“像这样吗？”拉斐尔看着他，沉默了片刻。他转过身说道：“我不在乎，你自己去练习表情吧，我要走了。”肖娜对着他的背影喊道：“你真过分！”拉斐尔没有理会，径直走向森林深处。肖娜看着他离去的身影，大声说道：“说真的，我一个人也没问题，好吗？以后再也不要见面了。”森林里恢复了安静，肖娜独自站在树影下，叹了口气说道：“呼！突然撞见他，真是吓了我一跳。”他平复了一下心情，自言自语道：“好吧，如果我现在回去，就像那些灵魂建议的一样，给迈克尔一个迷人的微笑。”肖娜站在林间空地，一个声音从后方传来：“你在这里做什么？”迈克尔穿过树丛走近，他看着肖娜说道：“到处都找不到你，我找了你很久。”肖奈转过身回应道：“哦，我很抱歉，我只是想出来呼吸新鲜空气，看到湖泊就过去看了看。”迈克尔走到他面前说道：“肖娜，你难道忘了你是不被允许独自在神殿外徘徊的吗？”肖娜用手遮住嘴角，看向迈克尔问道：“为什么？”迈克尔沉默地看着他。肖娜露出微笑说道：“是因为你觉得我可能会逃跑吗？”他看着迈克尔，心想自己一定是疯了，竟然会觉得甩掉这个男人逃跑是很荒谬的事。迈克尔注视着肖娜，没有回答。肖娜看着迈克尔问道：“指挥官，你认为圣女是罪犯吗？”他心想，竟然对一个随时等着把我活活烧死的怪物计划这种事。肖娜继续质问道：“你怎么能这样逼迫我，甚至不让我喘口气？”迈克尔回应道：“我没有把你当成囚犯，我是在保护你。神殿外很危险。”肖娜冷笑道：“哦，真的吗？如果说有什么危险，那也是因为你随时随地都在威胁要杀了我。”他提着裙摆向前走了一步，大声质问道：“难道将那些为了自由离开神殿的人贴上女巫标签并杀掉，真的是神的旨意吗？经文里的哪一部分说过这种话？”迈克尔平静地回答道：“指令要求铲除邪恶，我只是在做必须做的事。”肖娜追问道：“哈，谁让你这么做的？是莫安达拉吗？那位大圣女？”迈克尔看着肖娜，手握住了腰间的剑柄，他低声说道：“肖娜圣女。”迈克尔看着肖娜说道：“看来你独自出去时被什么东西蛊惑了，和以前不同，现在的你似乎已经背弃了神。”他握住剑柄，继续说道：“我就知道会变成这样。”肖娜看着迈克尔，心中暗骂：“该死，我竟然愚蠢到在他面前表现出不安，因为太生气了，结果说了一些非常过分的话。”迈克尔将长剑从剑鞘中抽出，肖娜看着他的动作，惊恐地想到：“嘿，他为什么要拔剑？等一下，难道我们要跳过火刑，直接进入即时处决吗？”迈克尔持剑走向肖娜，肖娜看着逼近的迈克尔，心想：既然已经到了这一步，就尝试所有的办法吧。他大声喊道：“难道你不明白我为什么如此渴望自由吗？你真的不知道我梦想着什么样的自由吗？”迈克尔停下脚步，冷冷地回应道：“狡辩对我没用，肖娜圣女。”肖娜双手交叠在胸前，看向迈克尔说道：“那个让我经受考验的人。”迈克尔停下动作，看着他。肖娜继续说道：“迈克尔，就是你。”迈克尔愣在原地，握着剑柄的手松动了一下。肖娜与迈克尔站在幽暗的林间，四周寂静无声。肖娜看着眼前的迈克尔，告白攻击起作用了吗？迈克尔扶着额头说道：“肖娜。”肖娜回应道：“是。”迈克尔避开视线说道：“我会当做没听到你刚才说的话。”肖娜愣在原地。迈克尔转身离开，并说道：“我先回去了。”肖娜追上前喊道：“等一下，指挥官！”迈克尔没有停下脚步，径直走入树林深处。肖娜独自站在月色下，总算活下来了。肖娜看着迈克尔离去的背影，暂时分散了他的注意力。但如果就这样回到神殿，迈克尔站在神殿前，向神祈求宽恕。他认为自己被恶灵附身了。肖娜很清楚，等迈克尔清醒过来，他一定会杀了自己。既然已经到了这一步，肖娜提起裙摆，转身跑向森林深处。她在这辈子的温柔圣女戏码就在这里结束了。肖娜穿过茂密的灌木丛，来到了一块写着危险区域的告示牌前，头也不回地走了进去。月光笼罩着寂静的森林，肖娜看着眼前缠绕着白布的树干，难道这就是被鬼魂附身的感觉吗？她已经在同一个地方绕了好几个小时。肖娜双手叉腰，感到口渴，双腿也开始隐隐作痛。她靠在树干上休息，耳边突然传来了细微的水流声。肖娜直起身子，这是溪流的声音吗？他循着声音望去，既然水往低处流，只要顺着溪流往下走，应该就能下山了。肖娜加快了脚步，她不想再经历一次被烧死的痛苦，她只想回家。肖娜循着水声在林间奔跑，口中轻声呢喃着爸爸妈妈。她想起了小时候和父母一起去溪谷郊游的日子，那是她刚被收养不久后的时光。年幼的肖娜在草地上奔跑时摔倒了，她立刻爬起来去扶起另一位刚认识的小伙伴。父亲看着他说道：“我们的大会真是个善良的孩子，连刚见面的朋友都会帮忙。”
肖娜笑着回应道：“这都是大家会做的事啊。”听到好孩子这样的夸奖，总是让她感到幸福，因为这正是她能遇到父母的原因。在收养中心里，负责人向这对夫妇介绍道：“大慧是我们这里最懂事、最听话的孩子。”男人看着年幼的大慧说道：“原来你就是大慧，很高兴见到你。”他蹲下身子问道：“大慧，你愿意和我们一起生活吗？”大慧低下头说道：“但我已经6岁了，大人们都说我已经错过了被领养的最佳时机。”男人与妻子对视一眼，温柔地回应道：“如果我们有自己的孩子，应该也和你一样大，6岁反而是最好的年纪。”他们上前抱住大慧，大慧轻声问道：“那么我可以做你们的女儿吗？”男人握住大慧的手说道：“你愿意为我们这么做吗？真是个好孩子。”大慧，谢谢，你愿意成为我们的女儿。他们牵着大慧的手走向远方。从现在开始，愿意叫我们爸爸妈妈吗？墙上挂着一家3口的合影，妈妈、爸爸还有大慧。年幼的大慧抱着玩偶躲在门后，看着父母在房间里相拥。他们说3个人会永远是一家人。肖娜猛地睁开眼，那3个人，那我呢？他脚下一滑，整个人撞在树干上，随后重重地摔倒在草地上。肖娜发出痛苦的叫声，她坐在地上揉着摔疼的部位。刚才的画面太真实了，难道是幻觉吗？肖娜坐在地上发出尖叫，为什么又回到了这棵树前？明明是顺着水声走的。水流声再次在耳边响起，肖娜看向声音传来的方向，诡异的低语声混杂在水声中，断断续续地回荡在林间。肖娜僵在原地，那声音听起来像是某种怪异的笑声，在寂静的森林里显得格外清晰。你要离开吗？肖娜猛地起身，头也不回地向前狂奔。作为圣女，她曾去过许多地方，却从未见过鬼魂的身影，更别说听到他们的声音。肖娜在林间疾驰，脚下的草叶发出沙沙声。突然，脚下一空，肖娜整个人失去了重心，向着下方的斜坡坠落而去。肖娜踉跄着在林间穿行，大口喘着粗气。她捂住耳朵，大声喊道：“该死的鬼魂，滚开！我叫你滚开！”肖娜紧闭双眼，如果你不想再死一次，就安静的消失。哦，等等，你已经死了，不是吗？她突然停下动作，这种粗鲁的说话方式，难道是？森林中响起一阵风声，树叶沙沙作响。肖娜站在灌木丛边，警惕地看向四周。那声音再次响起：“所以你想让我怎么办？那是我的错吗？”拉斐尔背对着肖娜，站在灌木丛中，说道：“滚远点！看到你那张浮肿的脸，就让我恶心。”肖娜看着他的背影，发出一声惊呼。拉斐尔转过头，红色的双眼中透出一丝诧异。肖娜冲上前去，大喊道：“拉斐尔，温克斯！”拉斐尔看着扑过来的肖娜，问道：“什么？你还没走吗？”肖娜一把抓住了拉斐尔的手，拉斐尔整个人僵在原地，看着被紧紧握住的手。两人在月色下的林间对峙，肖娜死死盯着眼前的男人。肖娜抓着拉斐尔的手说道：“伯爵，请救救我！”拉斐尔看着他问道：“你刚才是在和鬼魂说话吗？”肖娜摇晃着他的手回应道：“有个怪人一直缠着我，嘴里还发出咕噜咕噜的声音。”拉斐尔看着肖娜，露出疑惑的神情。肖娜也看向拉斐尔，显得有些茫然。肖娜抓着拉斐尔的手问道：“拉斐尔，拉斐尔伯爵。”拉斐尔反手握住他的手腕，说道：“等一下，就待在那里，让我思考片刻。”拉斐尔陷入沉思，肖娜站在他对面，两人在林间对视。拉斐尔低声说道：“起风了，还有草的味道。”肖娜回应道：“是的，大概是因为我们在森林里。”拉斐尔看着他说道：“很安静。”肖娜点头应和：“是的。”他看着拉斐尔，心想他在嘀咕什么？难道真的在和神灵交流吗？拉斐尔盯着肖娜问道：“你是谁？”肖娜愣了一下，回应道：“一位圣女。”拉斐尔反问道：“你觉得我是在问那个吗？”肖娜笑了起来：“那么你想听到什么样的答案？”这个奇异而过分安静的世界，如此神圣美丽，难道这就是我的视野闪烁着光芒的原因吗？肖娜看着拉斐尔说道：“抱歉抓住了你，但能不能先放开我再谈？”拉斐尔依然握着他的手问道：“你到底是什么身份？”肖娜看着他，心想：我完全不知道你在说什么，现在到底发生了什么？迈克尔从后方走近，伸手抓住了拉斐尔握着肖内的那只手。拉斐尔和肖娜同时转头看向来人，迈克尔站在两人面前，面色严峻地盯着拉斐尔。肖娜看着走近的身影，心想：糟了，被发现了。迈克尔停下脚步说道：“肖娜，擅离职守是重罪，更不用说在未经授权的情况下接触外人。”肖娜试图解释道：“这只是个巧合，不知怎么的我就……”迈克尔看向拉斐尔说道：“拉斐尔伯爵，放开肖娜。”拉斐尔依然抓着肖内的手，看向迈克尔说道：“如果我放开他，你就会把他带回去，像对待女巫一样把他烧死在火刑架上，不是吗？”肖娜看着拉斐尔，心想：为什么要无缘无故地挑衅他？迈克尔握住腰间的剑柄说道：“拉斐尔伯爵，如果你不放开肖娜，我将以神之名处决你。”迈克尔拔出长剑，指向前方，继续说道：“当然，这也同样适用于肖娜，因为她未经授权擅自离手与你会面。虽然我想她现在已经很难再被称为圣女了。”肖娜看着指向自己的剑刃，露出惊愕的神情。拉斐尔笑了起来说道：“哈哈，所以无论如何你都打算杀人吗？真是残忍。”拉斐尔握住腰间的剑柄说道：“看来莫安达拉神庙是建立在尸山血海之上的。”拉斐尔将肖娜拉向身后，拔出长剑护住她。迈克尔咬牙切齿地吼道：“你竟敢亵渎神灵！”迈克尔挥剑冲向拉斐尔，拉斐尔单手横剑挡住攻击。肖娜躲在他身后，发出惊叫：“咦！”拉斐尔单手搂住肖娜，另一只手挥剑格挡迈克尔的重击。金属撞击声在林间回荡。肖娜被拉斐尔紧紧护在怀里，他看着眼前的剑光，惊叫道：“伯爵大人，
打架之前能不能先把我放下来？拉斐尔露出一丝冷笑，他突然抬腿踢向迈克尔的胸口，迈克尔猝不及防，整个人向后飞出，重重地摔倒在草地上，发出一声闷喝。拉斐尔依然搂着肖娜，冷冷地看着倒地的迈克尔。拉斐尔低头看向怀里的肖娜，说道：“听着，肖娜，现在杀掉这个自命不凡的家伙，只会带来麻烦。”肖娜不解地问道：“为什么？”拉斐尔继续说道：“一群疯子会为了抓住杀害骑士团长的凶手而穷追不舍，不是吗？”肖娜回应道：“那确实是真的。”迈克尔从地上爬起来，半跪在草地上说道：“看来你们两个都彻底被恶魔附身了。”肖娜看着眼前的混乱局面，心想：哈，该怎么办？这还有救吗？拉斐尔看着肖娜说道：“但我也不可能就这样让他把你带走。”拉斐尔注视着肖娜问道：“你害怕火，对吧？”肖娜惊愕地回应道：“什么？我吗？他刚才是在跟我说话吗？”拉斐尔一边挥剑抵挡迈克尔的进攻，一边低声说道：“看来重新开始会更好。”肖娜疑惑地问道：“哈，你说什么？”拉斐尔再次架开迈克尔的长剑，说道：“还会有下一次，所以别害怕。”拉斐尔松开了搂着肖奈的手，肖奈整个人向后倒去，坠入了一片深邃的幽暗之中。迈克尔看着拉斐尔，问道：“下一次？”拉斐尔猛地推开迈克尔，整个人向后跃起，坠入深不见底的悬崖。拉斐尔在下坠中看向肖娜，说道：“再见，肖娜。”他的身体被紫色的光芒包裹，瞬间消失在虚空之中。迈克尔看着空荡荡的悬崖喊道：“拉！”迈克尔和肖娜站在崖边，看着拉斐尔坠落的身影。肖娜尖叫道：“拉斐尔！”黑暗瞬间将一切吞噬。肖娜猛地睁开眼睛，她坐在床边，看着自己的双手。一名修女推开门，大声说道：“你今天负责打扫。”肖娜愣愣地回应道：“啊，是吗？”修女走近问道：“喂，你在听我说话吗？”肖娜抓紧了被角，她意识到自己并没有死，而是回到了过去的某个时间点。她原本以为这种回归会有复杂的规则或条件。修女看着她嘀咕道：“她怎么了？不想打扫就开始装病吗？”肖娜看着窗外，心想：拉斐尔，如果男主角死了，我就会像捆绑商品一样跟着他一起回归。肖娜猛地站起身，对修女说道：“抱歉，埃里尔，我有急事要办。”肖娜猛地撞开房门冲了出去。埃里尔在身后喊道：“哎呀，嘿，肖娜！”肖娜在走廊上飞奔，她心想：那一轮明明是我活得最久的一次，拉斐尔那个混蛋真该被碎尸万段。路过的修女们看着她奔跑的身影，低声议论：“天哪，真不像话！身为圣女，竟然如此轻浮。”肖娜冲出神庙建筑，来到了骑士团的露天操场，几名骑士正在对着木人桩进行剑术训练。肖娜大声喊道：“迈克尔大人！”正在擦汗的迈克尔停下动作，身旁的同僚疑惑地问道：“那是你认识的圣女吗？”迈克尔茫然地回应道：“不认识啊。”肖娜跑上前抓住迈克尔的手臂喊道：“骑士大人，请跟我来一下。”迈克尔被拽得踉跄了一下，惊讶地问道：“圣女大人？”肖娜将迈克尔推到墙边，双手用力撑住墙壁，将他困在身前。迈克尔被这突如其来的举动吓得屏住呼吸。肖娜盯着迈克尔的眼睛，大声宣告：“迈克尔大人，我中意你，我爱你，请和我私奔吧！”迈克尔整个人僵在原地，结结巴巴地问道：“什么？你说什么？”周围的骑士们纷纷停下动作，难以置信地看向这边。他刚才说了什么？肖娜看着迈克尔，心想：如果当初我们没有在山里迷路，拉斐尔就不会找到理由无谓的自毁。海面上，一艘帆船正破浪前行，海鸟在碧蓝的天空下盘旋鸣叫。肖娜回想起拉斐尔坠崖前的话语，说什么重新开始，还说什么会有下一次，所以别惊讶。他站在甲板上，看着忙碌的船员们，心想：他似乎觉得我是一个有很多空闲时间可以陪他享受这种乐天派时空旅行的圣女。肖娜低头看向自己的双手，紧紧抓住了衣襟。肖娜站在甲板上，看着翻滚的海浪，心想：我必须尽快回到父母身边，他们一定在为我担心。肖娜看着远方，眼神变得坚定，他们一定急疯了，绝对是这样。船只劈开波浪，向着远方疾驰而去。